高冷校花正在超市偷东西，却被我用手机当场拍下证据。见状，校花立刻就想跑走，我直接抓住了她的后背。校花同志，你被逮捕了。在校花错愕的眼神中，我将她拉到无人的仓库里。江疏影知道逃走无望，只能紧紧地抱着身前的书包，十分无助地缩在角落。真不巧啊，同学，这家超市是我爸开的，你也不想这件事被老师同学知道吧？都掏出来吧，难道还等着我来搜吗？江疏影抬头，眼眸中已经泛起了点点泪光，但她没流眼泪，也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打开书包，将装进去的3个面包都拿了出来。我忍不住在心中暗骂一声笨蛋，拿的竟然都是最便宜的面包，偷都偷了，还不偷点贵的？你偷个鸡腿和香肠也行啊。我只拿了3个面包，其他的都没拿，书包里面什么都没有了。确实没有了，在监控画面里，我也只看到他就拿了3个面包，但我不能现在就放江疏影回去，因为在上一世的今天，我看到江疏影在偷拿货架上的商品，因为是同班同学，为了避免对方难堪，我便故意视而不见。可结果第2天就在班里听到了他出车祸身亡的事情。车祸发生的时间就在他离开超市后不久，虽然不清楚准确的车祸时间，但是我早就想好了，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放他回去，只要他能平安活过今天，哪怕今天在这过夜都行。想到这，我接过他的书包看了几眼，不相信的将里面的东西都倾倒在了桌子上，课本、文具以及破损的文具袋，还有一片白色的卫生巾。江疏影小脸一红，立即冲上前将东西一夺，并快速的丢进了书包里，然后用力的将自己的书包夺了过去。谁成想却将书包的带子扯断了。江疏影抬头很是无力的瞪着我，眼眶微微发红。没了，就3个面包。你还跟我凶上了是吧？再凶也不能放你走，我要看到你江疏影安然无恙的出现在我的高3生活中，看到你以学霸之姿征战高考，拥有新的鲜活人生。我一把又将破损的书包夺回，随手丢到桌上。你当我好骗啊？背着书包进来就偷了3个最便宜的面包。我朝着江疏影逼近，后者连忙低头，像个被欺凌的少女似的向后倒退，袖子鼓鼓的，是不是还藏着东西？没有。自己把拉链拉开，别等我动手，不然明天学校的同学都会知道品学兼优的学霸江疏影竟然在超市里当小偷。江疏影顿时就慌了，你别说，我听你的。然后就缓缓地拉开拉链，我看到了里面因为洗的次数太多已经发皱的 T 恤领，以及领子下露出来的半截精致锁骨。看清了吗？没藏东西。我一直看着他，2人的双眸比之前近了很多。江疏影的脸颊竟罕见地泛起了一抹淡淡的红晕，眼神迅速移向别处。不是你说没就没的，我看了才知道。我又凑近了些观察，江疏影脸颊羞愤地撇过头去。这时除了沐浴露和洗衣粉的清香，我还闻到了一股少女独有的淡淡幽香。我装模作样的又去检查另外一个袖子，江疏影又羞恼地将脑袋瞥向另一边。此时我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如果一个少女面对一个异性这样的近身搜查，眼神应该是厌恶与冰冷的，但江疏影眼里似乎只有羞恼。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实在是想不起来2人之间曾经有过什么交集，我们明明一句话都没说过。难道是我的少年时期太过木讷了，没注意到？想起少年时期，我就头疼不已。那时的我心中只有柳如烟，舔她舔得战战兢兢的，对方的一个忽冷忽热就能让我辗转一夜无法入睡。现在想想，当年真傻呀。我没骗你，就拿了3个面包，现在还给你了，我可以走了吗？事已至此，我实在想不到什么理由再留他。江疏影见我没反应，便立即就要走出去。等等，江疏影回头警惕地看着我，你很饿吗？听到这句话，江疏影低头沉默不语。吃完再走吧。仓库里安静下来，江疏影许久没有抬头，也没伸手，罚站似的站在原地。我都撕开了，卖不出去了，拿着。几秒钟后，江疏影缓缓将面包送到嘴边，小口地咬了起来，随后越吃越快。我见状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可突然江疏影的眼眶上就泪眼婆娑起来。江疏影哭了，从刚开始被抓到被搜身，她都倔强的没有流出一滴眼泪，直到面包吃进嘴里的这一刻，她终于忍不住了。我默默地看着她，又递了一个面包塞给她。我不清楚江疏影的家里发生了什么，怎么会逼得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到超市里偷面包吃。吃完之后，江疏影在纸上刷刷地写了几行字，随后神情认真地将白纸递给我，上面写着2023年8月30号，江疏影欠顾晨3个面包。我愣愣地看着字条，看到她的字迹我才确定，上一世竞选体育委员，全班52人，唯一一个给我投票的人是江疏影，而不是柳如烟。当时我竟然一直认为是那个柳如烟给我投的票，甚至后面有次我特意提到了这件事，柳如烟既不说是她，也不说不是她，而是故意装个谜语，我还以为她是害羞，于是更兴奋了。正好我家里开着超市，那绿茶有事没事就来白嫖一通，如今还好能重来一世。校花同志，你以为写了张欠条，今天的事就算结束了吗？你想怎么解决？刚刚撕坏了你的书包，赔你一个。不需要，破的地方还可以补。这件事我说了算，我顾晨不喜欢欠别人东西。说完，我带着江疏影来到了放置书包的区域，江疏影的视线第一时间便定格在了一个粉色的书包上，眼神很在意。我也发现这个粉色的书包莫名有些熟悉，仔细一想，对了，我高中的书包不就是那个蓝色的款式吗？蓝的和粉的是情侣款，这个给你。江疏影有些意外我会拿这个，愣了几秒钟。我不要，我的书包本来就是坏的。如果你想今天的事传到学校里的话，也可以不要。江疏影无奈，只能默默接过书包。不过她很快拿出了刚刚的那张欠条，又补上了一个书包。你既然打了欠条，那正好再等我一下。我将一个粉色的文具袋放到了她怀里。我不要。
如果你不想今天的事，我没那么多钱还你。我也没想让你还，或者你可以想想用别的方式还我。别的方式？江疏影微微歪头，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突然表情古怪。见我笑着看他，他迅速移开视线，小脸变得红扑扑的。随后我继续带着江疏影在超市里溜达，可当我俩来到了一块区域，江疏影害羞的扭头就要走。站住！如果你不想今天的事传到学校里，我告诉你，我可是坏学生。坏学生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不要卫生巾。不要，老夫掐指一算，包里1片，身上夹着1片，你就剩2片了。拿着。给你，这张欠条会一直算数的。好，你可以走了，注意看车，安全回家。明天正常上学。只要你听话，今天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知道吗？江疏影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说这些，但她能看出来这个少年并没有恶意。这时，柳如烟和她2个闺蜜走来，我心中不禁冷笑。既然体育委员投票乌龙事件的当事人都在场，那今天这件事就该做一个了结了。小花同志，你先稍等一下再走。我只是想让江疏影留下来看看待会儿的好戏，因为这个女孩到死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曾经的一次小小善举竟然给别人做了嫁。当年我像班里的众多舔狗一样暗恋着柳如烟，在得知柳如烟给我投了唯一的一票后，我就更加的死心塌地。但面对我的热情，柳如烟就像是对投票这件事不承认不否认的态度，礼物照单全收，相处时却保持距离，说是在毕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算观察期，让我好好表现。可毕业之后，我才得知柳如烟已经和一个学长交往1年了。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心如死灰，于是开始发愤图强，最终在30岁出头就已身价过亿。那时候柳如烟被前夫抛弃，而我虽然对她没什么执着，但念着当年柳如烟是唯一一个给我投票的，又对她帮助不少。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当年以为是柳如烟给我投票，让我为这个女人做了多少的荒唐事。可以啊，顾晨，都跟江疏影说上话了，那你觉得是江疏影漂亮还是我漂亮啊？哼，我看你是左脑攻击右脑，渐渐控制思考，非要自取其辱。家里没镜子，也不知道撒泡尿照照吗？如烟，你同学家里真开着超市啊？这超市好大。你们随便看，喜欢什么随便拿，反正不用付钱。哈，一会儿我看你怎么收场，还以为我是你舔狗呢。听了柳如烟的话，2个女生也不客气的在超市里挑选了起来。没多久，那2个女生便开心的抱着一堆薯片零食走过来，通通放在了收银台上。一共500块。听到这句话，2个女孩表情诧异。如烟不是说不用给钱吗？听到好友的议论，柳如烟面子上有些挂不住。顾晨，你什么意思？你们不是来买东西的吗？一点吃的而已，又不贵。是啊，又不贵。你都说请客了，难道还付不起吗？站在一旁的江疏影很是意外的看着这一幕，她感觉今天的我好像变了。柳如烟表情一怔，突然间她想到了一种可能。你不会是昨天看到了我跟班长一起逛商场了吧？顾晨，我跟班长就是偶遇，你怎么这么小心眼？你说的这些废话跟现在有啥关系？买东西付钱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江疏影同学，你说对不对？江疏影闻言将脑袋扭向一边，因为她刚刚偷了东西被逮到，她觉得自己没资格回答这个问题。要不算了吧，如烟，我们也不是那么想吃东西。顾晨，你会后悔的。说完，柳如烟便带着2个朋友要离开超市。站住！哪儿拿的东西就给我放回哪儿去，不然我的手段你们可是清楚的。他的2个朋友早就在学校里听过我的恶名，于是赶紧将所有的商品重新放在了原处。做完这些，便赶紧来到了柳如烟的身边。如烟，我们走吧。顾晨，今天发生的事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江疏影在我旁边傻傻的看着这一幕，我笑嘻嘻的看着他，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去年竞选体育委员的时候，谢谢你投了我一票，江疏影同学。江疏影表情很意外，不过几秒钟后，她红着脸扭头逃跑似的离开。路上慢点，用走路的，敢在马路上跑，我明天就去学校举报你偷东西。江疏影疑惑的扭过头，不过还是听话的放慢了脚步。今天的他好像真的变了。第2天来到学校，我就匆匆忙忙直奔教室门口。当我看到江疏影正安然无恙坐在位置上时，我兴奋的难以言语。太好了，她没事，她成功出现在了高3。江疏影看到我在看着她，很快小脸一红，将脑袋转向另一边，而另一边柳如烟看向我的目光幽怨至极。顾晨，你真当自己是主角了？开学第1天就迟到，去坐到你的专属位置上，回头再收拾你。好嘞。疏影，如果坐后面看不见，就跟我说声，我再把你调前面去。我靠，我不同意。你不同意？顾晨，你以为你是谁啊？座位是按成绩排的，人家江疏影上学期期末家里有事才没参加期末考试，要不然你以为以你倒数第2的成绩能跟疏影坐到一起吗？我警告你，上课别打扰她学习，要是让我发现了，我让你到操场主席台上罚站去。老师，不用了，等月考我再考回去就是。好好好，疏影，你别气馁就行。要是顾晨欺负你，就跟我说。欺负？怎么欺负才算欺负啊？我伸手戳了下江疏影软软的胳膊。这样算欺负吗？少女的脸颊瞬间就红了，立刻把头转向另一边。我拿出来一袋热乎乎的肉包子，递给了江疏影。课间休息时把肚子填饱。我不要。你敢说不要？你信不信？少女立即乖乖听话的拿走包子，漂亮的眸子愠怒的看了我一眼。这才对嘛，听话就行。时间流逝，下课铃声终于响起。小花同学，快把包子吃了。我不饿。那你告诉我，你早上吃了没？我早上不吃饭。
饭。赶紧吃，别让我生气。江疏影看了我一眼，只能低头将包子送到嘴边，小口的吃了起来。吃到肉馅后，他眼眸一亮，3两下吃完了一个，我则一脸满足的看着这一幕。吃完了第2个后，塑料袋里还剩下2个包子。江疏影看了眼，犹豫了2秒钟，便把包子收了起来。我吃饱了，剩下的中午再吃。让你吃就吃，别给我废话。江疏影眼神冷艳的盯着我，这一刻似乎想反抗我的霸权主义。还敢瞪我？再瞪你信不信？哼！江疏影表情楚楚可怜，听话的将第3个包子送到小嘴里。偷东西的秘密，我吃你一辈子。今天天气不错，适合在操场上散步，你说是不是如烟？柳如烟完全没听进去，她朝着教室角落的位置走去。顾晨，你出来，我有事跟你说。柳如烟说完转身就走，本以为我会跟着，走了一会儿却发现背后没人，发现我还坐在位置上。顾晨，你越来越过分了。我怎么了？有话这里说就是，我懒得动。你给我适可而止，我说答应班长的表白也只是吓吓你，开玩笑的而已。我说了，我们现在还小，不能谈恋爱，等毕业了我会跟你谈恋爱的。哼，要不是我是重生来的，还真就信了你的鬼话了。走，陪我去食堂吃饭。抱歉，我要学习。我坐在位置上无动于衷，柳如烟拿我没办法，只能自己跟饭搭子去了。到了中午的时候，班里只剩下江疏影和我2人。我倒是要看看江疏影每次这么晚去食堂，她到底吃什么，还是根本就不吃。江疏影在座位上很安静，正认真地写着上午老师布置的作业，似乎没注意到全班只剩下我们2个人。等着等着，我终于是等睡着了。江疏影扭头看去，发现我睡得很香，不知道是梦见了什么，睡相跟小孩子似的，口水都从嘴角流淌了下来。江疏影看得有些出神了，她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那就是她初中就认识顾城。她的脑海中装载着许多有关于这个少年的回忆，但她也清楚少年都不记得，或许少年就不曾在意我。可是没关系，她记得。静坐片刻后，她朝教室外面走去，这是她中午吃饭的固定时间。来到食堂，学生们早就解决好了午餐，食堂一片空旷。又是你啊，小姑娘，阿姨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下次提前来，每次这个时候来，菜都被吃完了，就剩汤汁了。没关系，我吃白饭就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人家年级第1呢，来得晚肯定是在学习呢。你瞅瞅，长得跟天仙儿似的，成绩还这么好，我儿子要有你1半好就行了。阿姨给打多点饭哈，再给你浇点肉汤，就给5毛钱算了。谢谢阿姨。刷完饭卡后，江疏影注意到饭卡里只剩5块2毛钱了，5毛钱一顿饭对她来说也有点奢侈。此刻我在教室猛然惊醒，我这才发现我都睡了快半小时了，这个时间还有菜就怪了。我赶紧朝着食堂赶去。小伙子，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剩米饭了。那就来点米饭。对了，阿姨，我前面是不是还有个长得挺好看的女生过来吃饭？是啊，那小姑娘一直都学得很晚，每次来都只剩白饭了。米饭打好，我刷了2块钱，有些诧异。好便宜。下午体育课上，我正在和同学们打篮球。每次体育课自由活动期间，江疏影都坐在那个位置拿着课本，然后偷偷看我打篮球。打篮球的都知道，扣篮是每个男生的梦想。就在我一记暴扣之后，江疏影美眸惊讶地看着我，班里的男生更是惊得下巴都掉在了地上。在学生时代里，会扣篮的男生就是篮球场上的唯一真挚。我也有些意外，从昨天重生开始到现在，我发觉自己的力气长了不少，刚刚随意一跳就扣进去。这算是重生带来的意外惊喜吗？我视线朝着江疏影望去，突然间四目相对，江疏影立即将课本挡在眼前，装成默背课文的样子。顾晨，你刚刚好帅呀！我淡淡的瞥了柳如烟一眼，便移开视线，听着柳如烟的称赞。此时班长王浩然极不服气的盯着我，仿佛再看一眼就会爆炸。没有人在篮球上能超越我，顾晨来不来1飞1斗牛？正当班长还在唧唧歪歪说的时候，我目光一瞥，发现江疏影坐在地上，表情有些痛苦的捂着自己的右边脚腕。怎么回事？刚刚我好像看到一个女生从后面推了下江疏影，然后江疏影就摔倒了。那女的长什么样？哪个班的？没看清，逃走了。什么玩意儿？别让老子逮到她！老子好不容易救的女孩，竟然还有人在不知死活的伤害她！上来，我送你去医务室。江疏影站起身，怔怔地看了眼我宽阔的后背。等什么呢？上来啊！江疏影咬着嘴唇，上半身轻轻地趴在了我的后背上。这 Q 弹的感觉让我愣了很久。江疏影神情羞得不行。你干嘛呀？一直不动。直到听到少女的声音，我才回味过来，旋即便背着江疏影往医务室赶去。少女此刻的面庞上已经露出了那宛若春日暖阳般的笑容。谁推你的？看到没？没。那你有怀疑对象吗？没。你是怕我给他们一点 color CC 是吧？啊。哎，服了医院。来到医务室，我背着江疏影转了一圈，却没见到医生在哪。我只能先将江疏影放到了床上，少女坐在床边，我就直接上手了。啊，你干嘛？看看你是单纯的扭到脚，还是脱臼啊？你会看？废话，我在乡下老家经常给村里的老母猪正骨呢。老母猪为什么会？突然间他意识到了什么，羞恼地扭过头去。我灵针起手，把玉足递到鼻子边闻了闻。江疏影都没反应过来，就听我奇怪地问道：都1天了，请问你的脚为什么不臭？你有病啊？看起来没什么大碍，就是扭到了，肿的也不大，涂点红花油就行。说着，我便将江疏影的右脚放在自己膝盖上，准备开始上手。可下一刻，江疏影却将脚收了回去。我自己涂。特殊情况，有什么好害羞的？真服了你们这群小女孩，扭扭捏捏的。
我又不会对你的脚做什么。可没过几秒钟，江疏影就受不了了。能不能别乱摸？我伤的是脚腕。不是，你听我说，我的手有时候是不太听自己使唤。江疏影羞恼地将脚缩了回去，那嫌弃的眼神仿佛是在打量着一个恶心的练脚癖。自己被过身涂完后，便离开了校医务室。我追在后面，一直解释，江疏影不理我，白头在前面走。此时已经放学，江疏影说要回班级学习，我便放任她走向教学楼，我则是准备回家。等我推着自行车来到校门口时，还是忍不住想起了江疏影扭伤的脚。这丫头的家也不知道住在哪儿，远不远？这个情况难道要一瘸一拐地走回去？还是我送她吧？空无一人的教室里，江疏影并没有在学习，她在讲台上一瘸一拐地挪动着脚，拿着粉笔擦，正努力地点着脚，擦着黑板上的板书。我的视线默默看向黑板的值日角，上面写着黑板讲台顾晨。这时江疏影发现了我正站在门外，她宛若做了亏心事被发现的事，连忙向后倒退。看着江疏影在替我擦屁股，我很是心疼又无奈。你脚受伤了，我先送你回家吧。不用你送。那你家住哪儿？远吗？不远。我半信半疑地看了他一眼。江疏影清理完后，快速从我身边走过。我推着自行车和少女一同来到学校门口。要不还是我送你吧。不用了，我爸爸如果看到有陌生男生接近我，会……那行吧，江疏影同学，回家路上注意安全。江疏影脸蛋上露出了罕见的笑容。明天见。回到家，我便碰上我爸出门。爸，你干嘛去呢？刘阿姨孙子出生辞职回家了，现在超市缺人手。爸，超市缺人手的话，我那边有个学生可以来应聘，可以吗？行，你到时候带过来面试就行。不跟你说了，我先去超市了。妈，我回来了。妹妹呢？你回来之前刚被我跟你爸训了一顿。为什么？你妹妹最近跟65中校门口那傻子走得太近了。小萝莉气鼓鼓地跑出来，那个背带裤叔叔不是坏人。然后又立马回房间了。听到妹妹喊她背带裤叔叔，我又突然间回想起这段记忆。我之前初中也是65中的，而那个傻子叔叔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在校门口了。其他初中生很喜欢欺负这个背带裤叔叔，我每次都会上前呵斥阻止。我还记得有个同校女生也会一起上前呵斥，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只记得这个女生头发很长也很乱，脸被挡得严严实实的。背带裤叔叔看到她总会露出笑容。按照时间来看，这个女生应该跟我一样，已经上高中了。妈，我觉得你应该了解事情原委后再决定要不要批评妹妹。告诉你个秘密，我上初中的时候跟那个背带裤叔叔关系也不错哦。真的吗？当然了，因为那个叔叔很和善，从来不会欺负人，但却有很多初中生欺负他，所以我保护过他几次。没错，叔叔很好的。今天中午我还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姐姐给叔叔喂饭呢。你保护他，哥哥很赞成，但要是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一定要告诉哥哥，哥哥马上到，知道吗？好的，哥哥。给你，下课时。别说废话。这节课是生物课，现在听课对我来说没太大用，前面的基础都没打好，现在听跟听天书没区别。没一会儿我就睡着了。江疏影看了眼睡觉的我，然后偷偷的将其中的2个放进了自带的塑料饭盒里。其实我注意到了，只不过没拆穿。10来分钟后，我也醒了过来。见我醒来，江疏影似乎早就在心里预演了无数遍似的，她连忙转过身，神情十分正式的跟我说：我刚刚偷吃了2个包子。偷吃了就偷吃了呗，还跟我汇报干嘛？江疏影低下头，表情很窘迫，又快速地将身子转了回去，脸蛋瞬间通红。我第一次觉得有人说谎时竟然也能这么可爱。这时讲台上生物老师开口道：正常人的心率在每分钟60至90之间。对了，大家知道测谎仪的原理吗？脉搏就是测谎仪的其中一个判断依据。现在你们可以和自己的同桌尝试一下，探测对方的脉搏，脉搏测谎。我听到这瞬间来了精神，江疏影却很慌张，警惕地盯着我。你这是干嘛？我长得很吓人吗？我来测你。不行。为什么？难道你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不行就是不行。那我听心跳。话音落下，我就缓缓将耳朵凑近江疏影的胸口。少女紧张兮兮地往后缩去，直到后背贴在教室的墙上，退无可退。不过我也懂得分寸，没有真的将耳朵贴在对方的胸口上。我开始问了啊，你有没有暗恋的对象？听到这句话，江疏影一瞬间脸就红了。无聊，当然没有。问，肯定问点刺激的呀。好了，都验证成功没？没。怎么没啊，顾同学？因为人心隔大雷。上午的课程结束，很快来到了吃饭的时间。柳如烟再次朝我走了过来。顾晨，今天能陪我吃饭了吧？不能，我要学习。装什么好学生？就你这成绩，还有什么可学的？故意跟我赌气是吧？识趣的话自己走，别让我赶你。柳如烟委屈的要哭，她的饭搭子闺蜜立即走了过来，拉着她向外走去。走吧，理她干嘛？班里的所有人离开后，就剩江疏影和我2人。期间，江疏影扭头看了旁边的我一眼，发现我真的在认真学习。我的改变让江疏影忍不住抿嘴一笑。可下一刻，我便看了过来，江疏影立即将脑袋转了回去。时间1分1秒过去，到了江疏影固定的吃饭时间，她站起身，我同时站起身来。哎呦，学得好充实啊！估计食堂没什么菜了。江疏影没理我，默默离开教室，而我则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来到食堂窗口，食堂阿姨给江疏影的白饭定价5毛钱，给我的白饭却定价2块钱，这让我十分不解。
我走向江疏影吃饭的桌子，在她旁边坐了下来。我拿起书包，将从超市拿来的零食都放在了桌子上。嘿嘿，我就知道学得晚没菜吃，所以带了零食。我将鸡腿、卤蛋、腊肠都撕开包装，放到了自己的餐盘里。咦，今天怎么回事？没什么食欲，难道是这些零食平时吃太多了？于是我抬头看向少女，将她的餐盘拿了过来，将自己盛满零食的餐盘放了过去。今天咱俩换着吃啊！江疏影神情错愕看着我，正要说什么，我连忙伸手指她，敢多逼逼一句。江疏影怔怔地望着我，闭着嘴巴不敢说话。对了，我家超市晚上缺个收银员，现在正式通知你，你被聘用了。你敢多说一句不满或者拒绝的话，我就给你点 Color CC 看看。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没有不满，我愿意。那就好。我满意的看着她，江疏影则很开心的继续低头吃饭。这时她拿出饭盒，避免我看到里面的包子，就放在了腿上，然后将餐盘里剩下的米饭、鸡腿、卤蛋、腊肠都倒进了饭盒。你干嘛？拿给我爸爸吃。我感觉自己的耳朵听到了难以理解的事情。不是，你意思是说你现在出学校去，把这饭带给他吃？我不理解，我其实早就对江疏影的父亲有意见，逼得自己女儿到超市偷面包吃不说，竟然还要女儿从学校食堂里给她带吃。好，这算怎么个事？对不起，你这又是干嘛？我已经吃饱了，谢谢你送我这些吃的，真的很感谢。不是，我也没说不让你带给你爸，只是你好歹把鸡腿吃了行吧，剩下的再给他。可是我实在吃不下了。好，给他吃，我同意了，你去吧。江疏影默默抬头看向我，像是在确认对方的脸色。谢谢你。江疏影什么都没说，转身离开了。看着少女离开食堂的背影，我长叹一口气。唉。校花明明从没吃过饱饭，可当我把丰盛的午餐放在她面前时，她却不吃，而是第一时间把它装进饭盒里，然后偷偷跑出学校，把饭盒带给一个中年男人。疏影。中年男人看到女孩，开心地喊出对方的名字，可紧接着他却像是做了错事的孩子似的，连忙站了起来。对不起，没有看到疏影放学，他碎碎念着，说话的语气宛若5、6岁的稚童。因为疏影跑得太快，所以爸爸没看见。疏影跑得快，疏影跑得很快的。爸爸追不上了。英俊的中年男人牙牙学语般的重复着女儿的话。江疏影面色温柔的看着他，然后将饭盒递给他。吃饭了，鸡腿。男人很是兴奋，但是却没伸手接。他焦急的看着江疏影。疏影吃，疏影赶快吃，坏人要追来了。我吃过了，吃了2个呢。爸爸你赶快吃，坏人要追来了。江疏影顺着男人的口吻说道，然后把鸡腿递到男人的嘴边。男人立马啃了一大口鸡腿，吃得津津有味。好吃吗？好吃。就在这时，65中的校门口突然有一个短发小萝莉走了出来，她手里拿着一个刚买的菠萝包，却发现江疏影已经在喂背带裤叔叔吃饭了。行吧，今天又是这个姐姐抢先我一步投喂了背带裤叔叔。下午放学，走吧，跟我去超市。啊？怎么了？紧张了？紧张什么？待会儿就把我爸的头当成大萝卜，不管他说什么，你就点头微笑，就行。江疏影低头有些被逗笑似的轻抿嘴角。来到超市后，我让江疏影在外面等等，我自己先进去一下。少女站在原地乖巧的点头，但不断揪着袖子的手指还是出卖了她紧张的心情，因为这次不仅是要见老板，还是见顾晨的爸爸。虽然清楚见对方的爸爸对她来说并不具备任何意义，但她还是紧张的不行。爸，人带来了，简单跟人家说说情况就行，别问太多哈。来了，让我看看是哪个倒霉蛋的学习要被耽误了。我们父子俩来到外面，门口的江疏影立即将身子转了过来。叔叔好。好。臭小子，你从哪儿拐来了这么一个水灵的姑娘？我还以为是个男生，你不怕人家爹跟你拼命啊？啊，这我同桌啊。这丫头一看就是个大家闺秀，怎么可能缺钱？你是不是骗人家啥了？我造了什么孽，生了你这么个玩意儿？我没骗，他自愿的。那也不行，别耽误人闺女学习。话落便一脚踹在我屁股上，将我踹出了超市。我出了超市的门口，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顾晨，我先回家了。他说完低下脑袋，嘴角不自然的一扯，然后转过身就要走。时候不早了，我爸看不见我会着急的，我先回去了。他刚刚听到了里面的争吵声，但没听真切，只知道这父子俩在吵架。少女的心思一向敏感而又自卑，她本就怀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过来，可在听到里面吵架的那一刻，她就把矛盾的原因归结到了自己身上。等等，你再等一会儿，就一会儿，赶走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那你们不要吵架。你放心，真男人从不用吵架来解决问题。老邓，你让他在这里上班，这次月考我考进班级前40。怎么？你喜欢他？就你这样的人家能看上你？你就说同不同意吧。要是能借这个机会让这小子成绩进步的话，倒也不错。那你把他叫进来吧。很快，江疏影就被我带了进来。丫头，我先带你逛一圈。江疏影立刻掏出了笔记本和笔，一副认真听讲的模样。布浩瞥了眼江疏影的粉色书包，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但没拆穿。丫头，不至于，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做，况且你也只能晚上这一会儿来，不是吗？是。他们2个人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像看乖女儿一样的看着江疏影的背影，露出淡淡的笑容。布浩边走边朝少女吩咐着他平时需要做的事情，虽然很少很轻松，但江疏影还是认真的拿笔记着。转悠了一圈后，3人重新回到了收银台。你再教教你同学怎么收钱，我先回家了。行，你先随便逛逛，熟悉一下。
我来亲自给你写一篇注意事项，包括流程和操作。江疏影转了一圈回来后，发现我手里拿着钞票，把小手伸出来。江疏影看着我，并没有伸手。这是超市的传统，每月初提前发工资，这里员工都这样的。我先下班了哈，小顾老板。我连忙将钱收了起来，朝员工点了点头。行，路上慢点。江疏影仿佛看穿了一切似的，美眸悠悠地盯着我。你这什么眼神？嫌少啊？我不要提前领，我要跟其他员工同一个时间。敢忤逆老板是不是？信不信我炒你鱿鱼？哼！江疏影一双不见波澜的漂亮眸子静静地注视着我，她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就这。”看来你是想让我爸也知道30号那天你做的事儿了。江疏影闻言小脸一慌，立即将钱拿了过去。你上班时间少，所以拿的工资也是最少的，1个月就500块。如果表现好的话，到时候给你加薪。当然，如果你可以适当的用某种方式取悦一下老板，加薪的事嘛也好说。听到这句话，江疏影的脸蛋瞬间羞红，她知道我在逗她，但又怕我真的意有所指。想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让你多笑笑，这也是取悦老板的方式之一，知道吗？还有就是帮我补习，我要上大学。我一定帮你补习。这周6记得来我家。见不到你的话，那我可……晚上回到家后，我看到爸妈正坐在客厅里，表情微妙地看着我。很显然，我爸已经将今天的事情分享给老妈了。小子，你要是考不进班级前40，我可把你暗恋对象给赶走了。你爹翻脸不认人的本事，你是见识过的。老顾，你说那姑娘长得特水灵，是真的吗？我骗你干嘛？长得跟天仙似的。没想到这小子的高中还有这么好看的丫头，真奇了怪了。以前开家长会的时候都没见到过。对了，那姑娘家是做什么的？看那长相气质不太像普通人家，到底为啥缺钱？我还真有些好奇她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不过这涉及少女的隐私，我虽然好奇，但不会过度干涉，这只会适得其反。哥哥，你来一下。咋了？哥哥对东东最好了，是不是？啥事儿？哥哥明天下午去65中帮我开一下家长会，可以吗？到底什么个情况？我骗了爸妈，我上学期期末没进前20，妈妈会把我屁股打开花的。可是我要上课呀。就逃那么一次嘛，你以前也不是没逃过，难道哥哥忍心看着妹妹的屁股开花花吗？行吧，但下不为例啊。你哥我是真打算好好学习，我也有任务的。哥哥最好了。翌日，江疏影发现她的同桌并没有出现，很显然顾晨逃课了。我也好久没去65中了，我不禁想到了当年的背带裤叔叔。来到学校，我果真看到了那抹熟悉的身影。给你个棒棒糖。谢谢小和尚。我咧开嘴角，我初中时是寸头，所以背带裤叔叔一直喊我小和尚。如今长长了，没想到他居然还能认得出来。没错，是我。叔啊，你都在这儿坐几年了，到底在等什么呢？等我女儿放学。等放学？现在还早着呢。他是在等他女儿放学呢，但他总是忘记自己女儿已经上高中了。大爷，你认识他？当然认识，他家太可怜了。你别看他现在憨憨傻傻的，90几年那会儿他还是意气风发的大老板呢，有钱的很。叔叔90几年的时候是大老板，那他又怎么变成现在这样？大爷，你了解吗？他当年是个大公司的老板，手下管着几百人呢，老婆还是个芭蕾舞演员，长得跟明星一样，夫妻俩站一块，郎才女貌，养眼的很。后来呢？后来这孩子好像被谁给算计了，公司破产了，赔了很多钱，房子车都卖了，一家只能挤在破处租屋里。这还没完，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家4口，穷也就穷了，日子也还能过。结果有一天老婆在舞蹈课上晕倒，一检查白血病，天塌了，没钱治，熬了1年人就死了。多漂亮的一个女人啊！老婆死后，这家伙呢就领着儿子跟女儿继续生活。又过了几年，老天爷不长眼，儿子中考前几天夜里被车撞了，小男孩以为自己没事，拿着司机赔的500块，一瘸一拐回到家，结果当天夜里就死了。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然后一连这么多打击，受不住就傻了。他这辈子确实太苦了。那他还有个女儿呢？最可怜的还是他女儿，家里破产的时候，那娃娃才3岁，懂事后就没过过好日子。哥哥死了后，爸爸没过多久又傻了，一个小女娃才这么点大，一边上学一边照顾爸爸，还把爸爸照顾得这么好，那孩子多难得。大爷，你跟我开玩笑的吧？哪有人能倒霉成这样？你觉得我在开玩笑？那只能说明你过得挺幸福的。この橋の向こうに喜びが待つのなら風に吹かれ痛みを感じて
上晚自习的时候，我才结束这边的家长会。回到班级门口，我发现江疏影正好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你下午去哪了？二人几乎是同时开口询问，突如其来的默契让江疏影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给我妹开家长会去了，你呢？去办公室干嘛？没干嘛。上晚自习的时候，我则纯看书上的理论知识，这段时间的作业我都不准备做，除了英语。英语这一门我有着绝对的信心，甚至能在班里一骑绝尘。将书本放下，我走出教室上了个厕所，回来后我突然发现江疏影不见了。我向着前桌问道：江疏影干嘛去了？不知道啊，她背着书包就走了，班主任也没管。我抬头看了眼班主任刘薇，发现刘薇正在讲台上悠悠地盯着我。我去，这女人眼神跟鬼一样。我扯着嘴角，低下头继续看书。晚自习结束，我收拾好东西立马走人，骑着自行车就往超市赶去。咦，你跟那丫头放学时间不一样吗？她来了，早来了，正干活呢。这小丫头真勤快，比你好了不知道多少倍。我这时扭头，正好看到穿着红色围裙的江疏影提着垃圾走了过来。红色围裙是超市的员工制服，我以前觉得丑的一笔，但是穿在江疏影的身上竟然还给我一种丑萌的感觉。看到我回来，江疏影动作一顿，随即面色有些不自然地移开视线。叔叔，空瓶子也要扔吗？扔，一起扔在外面的垃圾桶里就行。少女点点头，立即去做。意思得了，人家一个月也就拿500块钱，跟黑奴似的。这超市那么大，你让他一个人打扫卫生？他自己主动要求打扫的，又不怪我。咋了？心疼了？懒得理你，老邓。我朝着忙碌中的江疏影走去。去办公室就是跟班主任要求提前给你放晚自习是吧？还趁着我不在的时候偷偷溜走。少女哑口无言，只能低着脑袋，两只小手无措地扯着衣角。你以为你多干一些时间就能给你加薪了吗？告诉你，不可能的。少女抬起头，漂亮的眸子中透露着真诚。我没有想要加薪，晚自习9点放学，我10点多就能下班，每天只干1小时，1个月却能拿500块钱。说完，她低头，仿佛是想起了什么，但音色还是倔强头。500块太多了，500块还多。我大脑当场宕机。你知道其他人工资吗？我不管他们有多少，我的肯定给多了。你给多了，我就得多干活，付出要和回报成正比。你真是，你怎么这么倔啊？唉，算了，拗不过他，反正别耽误学习，知道吗？见少年做出让步，江疏影露出好看的笑容，轻快的点头，眼神有些开心羞涩的小跑着离开。时间渐渐来到了周五这天，晚自习放学的时候，柳如烟将我拦在了班级门口。顾晨，明天星期六，王浩然邀请几个人去他家里玩，我答应了，你也去。去你大爷！老子明天要学习。柳如烟看着我离去的背影，大声哭骂道：学习，现在只会拿学习当借口，继续倒数吧你。晚上10点，江疏影也到下班时间，我将一张纸条递给了江疏影。这是我家小区的地址和门牌号，明天什么时候来？下午1点吧。行，我在家等你。周六，晴天，万里无云的天空蓝得不太真实。昨天约定1点到，所以江疏影12点多就从家出发。看着眼前高大气派的小区正门，让他愣了愣，仿佛间让他以为自己正身处在某个公园里。这时敲门声响起，我立马去开门，房门打开，少女面色拘谨地站在门口，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到男生家里做客。愣着干嘛？快进来啊！走吧，去卧室。江疏影有些羞涩地看着我，还是先跟叔叔阿姨打声招呼吧，然后我们再开始补习。我家里没有人，现在就我和你。听到这句话，江疏影的脸色瞬间红了起来。没办法啊，上午家里是有人的，你非说下午来。可是我爸爸中午要吃饭。害羞归害羞，但现在还是给顾晨补习最重要。二人坐在书桌边，因为就一张桌子，所以2个人之间的距离比在学校时挨得更近。我能嗅到少女身上的清香，也能看到她领口的白腻，微风掠过脸颊，空气中充斥着少男少女心动。临近傍晚，补习结束，江疏影背着书包走到门口。你等一下。我掏出大袋零食递给江疏影，少女吃惊的后退。我不要。补习费啊？不要。说完就迅速逃走。唉，这丫头真倔啊。周一早自习，刘维来到讲台上，开口道：今天讲2件事。第一件，这次走方阵举班牌的女生就决定是江疏影了。听到这句话，柳如烟猛地抬头，江疏影也面色诧异地望了过去，只有我高声呼喊：我赞成，我赞成。还有第2件事，运动会结束第2天，直接开始月考。说到这，刘威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语重心长地说道：顾晨，长点心吧，不说是给我们班提平均分了，就当是让你爸别在家长会上那么难堪了好吗？说完，班主任便离开教室。运动会走方阵举班牌的女生是江疏影的消息很快传开。下午体育课上，大家都在操场自由活动，江疏影正坐在台阶上看书。我胯下运球着朝前走的时候，冷不丁的一愣，我看到了台阶上有个女生在悄悄地从背后接近江疏影，她比划出了即将推人的动作。江疏影正在看书，丝毫没有意识到后方有人靠近。我靠你大爷的！我直接抡起手中的篮球朝着那个女生砸了过去。江疏影吓得起身，这个女生她认识，是曾经带头欺负她的那个女生。我直接上前拽着这个女生的衣领，将她提了起来，朝她的脸扇了好几巴掌。女生被扇得眼泪掉了下来。你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我抬手指着她，眼神凶厉。这边的景象很快吸引了操场上的众人。这时体育老师呵斥道：顾晨，你在干什么？我没理他，转身看向人群。你出来！
孙红艳怯怯地走了出来。上次把江疏影从椅子上推下去的是这个家伙吗？是他，上次也是他推的江疏影。真是你啊，自己这次送上门来了是吧？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的？短发女生还是不说话，但眼神却愤恨地盯着我，才不惯着她，一巴掌又扇了上去。你妈没教会你说话是吧？顾晨，你冷静点，再打下去性质就不一样了。性质不一样？这么高的台阶，他刚刚还想推人，这是杀人！我他妈扇他都算轻的了。随后我拽着短发女生朝年级主任办公室走去。体育老师走到江疏影面前，才发现长相清纯可人的女孩哭了。没事，老师给你做主，你同班同学顾晨和孙红艳也都能作证。晚自习上，广播响起，年级主任葛日天的声音通过喇叭传进了教室。下面通知一件事情：高35班许岩同学因多次蓄意伤害同校同学，态度恶劣，现已通知家长勒令退学。我坐在位置上认真地听着广播的内容。如果学校的回应不是退学，我绝对会再去年级主任办公室闹一次。我看向江疏影，她正在认真做题，我没有打扰她，也继续看起了书。察觉到我移开视线，江疏影的笔顿了顿，她嘴唇微张，想扭头说点什么，但最终还是作罢。第二天晚上，我看着在超市里忙碌的少女，她似乎比之前更沉默。晚上10点，超市关门，站在一旁的少女却没有走。回家吧，路上慢点。江疏影杵在原地站了会，眼眶红红的望着我。顾晨，谢谢你，但是下次不要这么冲动了，更不要因为我差点被罚。说完，她强忍着眼泪，连忙转过身离开，纤薄的背影迅速融入进了浓浓的夜色中。我原地矗立许久。江疏影，上一世早点认识你就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会永远保护你的。回到家，老登就一脸嫌弃地看着我。你说你都是一个学校的，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人家年龄还没你大，那是又勤快又能干，长得漂亮，学习成绩也好。她没我大，你咋知道的？我上次看她身份证了啊，9月19号，这丫头17岁生日还没过呢，算算日子，好像还有11天吧。这么好的女孩子，不想着送人家一个礼物吗？1周之后早晨大课间，自从那天晚上哭着和我说了那些话后，江疏影从第二天开始便跟我刻意保持了距离，二人之间仿佛出现了一层透明的隔膜。当然我清楚，少女并不是讨厌我，也不是不知道感激，她哭是因为看到我为了她行事鲁莽，她害怕我因此被罚。她从来想着的都是不能影响别人，却从没想过自己。我深吸口气，此刻心中想着的是另一件事，距离江疏影的生日没几天了，送什么礼物给这丫头好？这时我听见前排2个女生在讨论，长筒袜搭配什么鞋子呀？白色板鞋还是正常的球鞋？最搭的应该还是黑色皮鞋吧？啊，可是我没有黑色的皮鞋。我听在耳朵里，我知道江疏影肯定也没有黑色皮鞋，这下生日礼物有了。幸好上次江疏影脚扭了，脚的大小尺寸我也有所了解。晚上回到家，我对老登说道：爸，后天晚上帮我个忙。9月19日，天气晴，此刻教室窗外的夜空中星辰闪烁，恬静且梦幻。江疏影呆望着天空，幻想着夜空中出现2位天使朝她微笑，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哥哥。江疏影低下头，缓缓在草稿纸上写下生日快乐，江疏影。看着这锋利而又娟秀的7个字，江疏影抿嘴一笑，但很快笑容便随着一声叹息而缓缓淡去，随后又迅速将这7个字快速划掉涂黑。他扭头看向空落落的身旁，今天晚自习顾晨又逃了。到了放学时间，少女独自走在夜路上，吹着清冷的夜风。江疏影抬手抹了抹眼角的泪光，她的上个生日是在医院里过的，那时她才5岁。妈妈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疏影，生日快乐！帅气的哥哥捧着小蛋糕走来，刚下班的爸爸工服还没来得及换，温柔地在蛋糕上插上蜡烛。疏影，许个愿吧。我希望妈妈的病能快点痊愈。面容枯槁的女人神色一怔，听到这句话后瞬间哭了。傻孩子，愿望是不能说出来的呀，说出来就不灵了。的确，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妈妈，还是走吧。江疏影独自走在夜色中，她双手合十，朝着夜空中的星辰无声地许了一个只有她自己才能听见的愿望。因为妈妈告诉她，愿望是不能说出来的，说出来就不灵了。江疏影来到了超市，超市漆黑一片，可大门却是敞开着。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少女的回声充斥在整个空荡的超市。突然间，后方的超市大门砰的一声关上，少女顿时惊慌失措。正当她害怕时，黑暗中一盏赤白色的灯光像天使一般从货架后亮起，同时还伴随着一道熟悉声音：生日快乐啊，江疏影同学！我身上绑着2个大手电筒，捧着一个大大的双层蛋糕，从货架后方缓缓走了出来。生日快乐啊，丫头！生日快乐啊，江疏影！生日快乐啊，你！我停下脚步，与站在超市门口的少女遥遥相望。江疏影同学，祝你17岁生日快乐呀！我望着她，笑容满面。江疏影怔怔地望着朝她微笑的少年，她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淌，从眼角到面庞。这一刻，天使好像具象化了，就是眼前的少女。17岁的少女默默在心里告诉自己，原来愿望真的要在心里许才会实现。
顾浩将生日帽戴在江疏影头上，不错，真好看，丫头。这时的江疏影已经哭得像个泪人。你这臭小子，搞这么浪漫，把姑娘都惹哭了。听到顾浩对少年的斥责，江疏影连忙转身摇头，并迅速擦掉眼泪，仿佛在证明自己没哭。顾浩被少女的单纯逗笑了。叔叔开玩笑的，没训他。倒是你，开心的日子哭成这样。顾晨有些心酸，他也没想到江疏影会哭成这样。少女哭得越狠，越说明她记得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许个愿吧。我许过了。我没有追问。那就把蜡烛吹了，吹了蜡烛，愿望才作数。江疏影立即点头，跑上前去，吹了一口没吹灭。她不好意思的抬头看了我一眼，我朝少女笑着。你不介意我掺和你的愿望吧？江疏影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二人一起鼓着嘴巴凑向蜡烛，将烛火吹灭。超市的灯光在此刻打开，我不好意思朝江疏影笑了笑。少女罕见的没有避开少年的目光，一双水润泛红的眸子像映在他的脸上，炙热滚烫。来吃蛋糕了。顾浩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你们几个年纪大的少吃点甜的，吃几块意思一下得了，剩下的让寿星带回去给家里人吃。江疏影连忙摆手，太多了，你们也吃。我切下第一块蛋糕递给江疏影，快吃吧，小寿星。江疏影低下头，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眼角带着泪花。原来蛋糕是这么甜啊！他已经10几年没有尝过蛋糕的滋味了。这时顾浩说道：丫头啊，今天提前回家吧。谢谢叔叔。夜色中，我提着蛋糕送江疏影来到十字路口。拿好了，带回去给叔叔吃。少女接过后，我又将书包拿到身前，随后突然指向江疏影身后。我靠，快看，那是什么？江疏影吓得立马回头看，却什么也没看到。她疑惑地转回身子，一双黑色皮鞋和一个粉色发夹引入眼帘。噔噔噔噔，生日礼物，嘿嘿。少女再次愣住，眼角瞬间红了。我笑容一泯，连忙伸手擦去江疏影的泪水。干嘛，又哭又哭，我真是服了。你是眼泪做的吗？啊？但我不知道，其实江疏影很少哭，这么多年来的眼泪仿佛都留在了这半个月。因为眼前这个毫无征兆闯入她生活的少女，我将皮鞋和发夹递了过去。收下吧，小寿星。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等我明年过生日，你再送礼物给我不就行了？礼尚往来嘛。江疏影轻轻点了点头，她转过身准备回家，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顾晨，你能不能明天早上来接我去学校？就在桂花巷口等我。明天是运动会，开幕式需要全班走方阵。江疏影应该是不想穿着班服走在路上被路人打压，我没有追问，笑着应下。行啊，谢谢。那明天7点半吧。翌日清晨，我来到约定好的桂花巷口，没多久，江疏影也来到巷口。我奇怪地看着她。你班服呢？在校服里面，皮鞋在书包里。这家伙都裹着校服了，还让我借，不是多此一举吗？拥抱早已长成冷却。来到班级，女生们神色诧异地打量起江疏影。她怎么不穿制服？江疏影没理会任何人，将书包放好后，她拿起了座位旁边的班牌，在教室后面练习了起来。她脸上神情很认真，并没有因为我的注视而变得不自然。我收回视线，静静坐在位置上。少女则在我后方的角落来回举牌练习。早晨的微风从窗户吹了进来，吹得少女的发丝轻轻飘动，人渐渐来齐。这时班主任走进教室，都准备换上班服，等音乐响起的时候，集体下楼组织阵型。江疏影闻言，脱下身上的校服，露出被包裹着的纤薄直角肩，以及皮肤白皙、肌肉线条柔美的天鹅颈。看我干嘛？江疏影脸蛋红红的开口。我不假思索道：当然是你好看才看啦。江疏影脸红的像是快要滴血。别看了，不许你看。好，我不看了。对了，今天上午我有一场3000米比赛，要不要在终点接我一下？我到时候肯定累坏了。除了你，我可没别的朋友了。江疏影不假思索的点头，随后她穿上了我送的皮鞋，然后从书包里拿出了我送的粉色发夹，缓缓抬起胳膊，小手在空中僵了1-2秒，似乎在犹豫。紧接着，她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将发夹夹在额前，然后扭头看向我。我忍不住笑了。今天的你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江疏影微微抿着小嘴，因为你说过青春只有一次，我也想试着努力一下，不让未来的自己留下遗憾。她想对得起顾晨的鼓励，不想让漂亮的黑色皮鞋和粉色发夹在角落蒙灰。音乐声响起，班主任走进教室。疏影，准备集合，班牌拿好，你今天可是高3一班的门面。好的，老师。众人回头朝角落望去，本是随意一瞥，却一个接一个的视线凝过。我靠！班上同学都发出惊呼。大家都知道江疏影好看，却没想到今天的她仿佛变了一个人，是一个璀璨如明星般的江疏影。王浩然回过神来，那个，大家走吧，楼下集合。所有人集体下楼，走在人群中的江疏影很不自在。怎么了，江疏影同学？紧张了？我小声询问。少女点点头，自信一点，别紧张。你平时考试都能发挥自己的正常水平，那个时候你怎么不紧张呢？少女低头，小声反驳。哎呀，那不一样。我轻笑一声，都一样的。今天也是一场考试，一场命名为青春的考试。举着牌子走完的100米，你的青春就能拿到100分，你信不？少女不言。踩着我给你的生日礼物，难道还不足够让你有勇气吗？少女突然抬头，眼眸瞬间亮了起来，像浩瀚的星河。顾晨不知道她说出了一句对江疏影来说有着绝对分量的鼓励。随后江疏影紧握班牌，眼神坚定地朝着班级前方走去，而我因为个子太高，站在了方阵最后排。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高一班，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高一班。主持人的声音传遍整个操场。突然，江疏
疏影拿着班牌朝后排走来，直至走到我面前才停下脚步。少女低着头，脸颊泛红，伸出小手抓住了我手腕，将我带到了最前面。不是，你干嘛？江疏影低头不语，班主任尴尬地笑了笑。疏影，你把这家伙拉过来是什么意思？江疏影还是不说话，还站着干嘛？回去，显着你了。切！我无所谓的抬手，转身准备回去。低头沉默的少女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我得意的笑着。看吧，不是我不回去，是他不让我回去。刘维没有办法，他宠江疏影是出了名的。顾晨入列第一排。不好意思，临危受命，腾个位置，腾个位置。柳如烟见状，恨得牙痒痒。老师，顾晨一个男的，凭什么跟我们女生站在一块？凭我是班主任。江疏影确认了我就在身后，松了口气。她不要自己一个人去考这场命题为青春的试。有句话顾晨说错了，在她心中，只有顾晨在身旁，这场考试才能被命题为青春。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才不会感到遗憾。紧紧抓着顾晨不松开的手，代表着他的执着。很快，方阵终于轮到了高三一班。下一个向我们走来的是高三一班。主持人开始报幕，刘维轻声提醒：“走了走了，都精神点。”江疏影拿起班牌，神色坚定，步伐稳重地走了出去，像一只清雅高傲的天鹅，美得好像和其他人不在一个图层。随着汇聚过来的目光越来越多，江疏影心跳很快。她从未被这么多视线注视过，即便身后的少年给了她不少安全感，但终究抵挡不住这么多视线压力。我也看出江疏影手中的班牌有些拿不稳了。在走到主席台位置时，突然身后传来少年响亮的声音：“同学们好，同学们辛苦啦！”听到这个声音，江疏影一愣，随即微笑着吐了口气，仿佛再次活了过来，将越来越低的班牌重新举平。我这一嗓子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刘威则用手挡脸，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我的耍宝一下子将气氛活跃起来，方阵顺利结束，运动会也正式拉开了帷幕。我跑去班级换上了运动服，准备参加上午的3000米。江疏影则走向小卖部买了2瓶水。红色跑道上，各就各位。随着一声枪响，我加速超前跑去，重生带来的体力、耐力，包括力量在内的各项身体素质也没别的用处，放在运动会上倒是绰绰有余。很快，我冲破了终点，拿到了小组冠军。江疏影拿着矿泉水跑向我，羞涩的将水递给我。这时柳如烟也走过来，将饮料递给我。我瞥了一眼柳如烟，不好意思，我不喝饮料。说完，转头微笑看着江疏影，2瓶都是我的吗？江疏影轻快点头，2条细白的胳膊平直抬起，矿泉水递出了情书一般的羞涩。我毫不犹豫接下，谢了。既然你请我喝水了，那我请你吃午饭。江疏影轻轻点头，那我先去上个厕所，等会儿来找你。我摆摆手，快点哦，等你啊。等了快半小时了，江疏影还是没来。我没有犹豫，立即朝教学楼方向跑去，肯定出问题了。我来到了厕所的位置，喊了一声：“江疏影，你在哪儿？”顾晨，我在这。很快，一道带着哭腔的声音从女厕传来。我冲进厕所，看到江疏影正缩在角落，伤心的哭着。她眼眶通红，头发乱糟糟的，像是被人拽过。我从未见她这么伤心过。发生什么事了？你有受伤吗？江疏影摇头，可她哭得还是很厉害，这让我不禁想到了上次给她过生日的场景。江疏影颤巍巍伸出右手，手心淌着几片破碎的粉色发夹。江疏影流着眼泪开口：“他们把它弄断了。”发夹断了，你送给我的发夹断了，我刚刚拼不好了，拼好久都拼不好，顾晨怎么办啊？我拼不好了。女孩好像是失去了这辈子最真实、最重要，一旦损坏就无法再次拥有的物品。我拧紧眉头，心里像针扎一样疼。我从未在江疏影脸上看到过如此的伤心和绝望，我忍不住了，轻轻将女孩纤细的身体抱进怀里。没事的，没事的，坏了我就再送你一个，一个不够2个，2个不够3个，3个不够30个。少女闷哭一声，所有委屈倾泻而出，她用力搂住我的身体，将脸埋在我胸口上，衬衫上传来湿热的感觉，我的胸口仿佛被少女的悲伤烫出了一个洞。我轻抚着江疏影的头发，缓缓开口：“相信我，江疏影，你这次有我呢，你不再是一个人了。”沉浸在悲伤中的女孩没有回应顾晨的话，她的哭声很闷，很委屈。我不知道这种需要压抑音量的哭泣曾在少女的身上发生过多少次，我只知道这或许是江疏影成长到现在第一次在伤心绝望的时候，有个怀抱可以让她肆无忌惮地钻进去。我默默在心里告诉自己，眼前这个女孩或许就是我重生的意义，这一世有我在，绝不能再让江疏影受到欺负，无论对手是人还是命运。渐渐的，女孩大概是缓过来了，哭声也弱了很多。对不起，江疏影小声的开口。我诧异的看着她，啊，这道的哪门子歉？因为刚刚用力抱我这件事吗？我反应过来，哭笑不得。这有什么对不起的？我难过的时候也会抱住身边的人，更何况刚刚是我主动抱你的呀。女孩不说话。饿了没？我刚问完就想往自己嘴巴上扇一巴掌，在厕所问这个也算是脑抽了。江疏影轻轻点头，我牵着她的手，来跟我走。我拉着女孩的手走了出去。校园小道上，两边绿植青葱欲滴，二人之间隔着1人宽的距离缓慢朝前行走。我没有问她那几个女孩叫什么，哪个班的，因为我知道江疏影死也不会说。这个丫头宁愿自己一个人承受，也绝不会将自身麻烦带给周围的任何人，尤其是想着对她好的人。她就是这个性格，这方面我拿她毫无办法。不过不问不代表这件事就这么过去，我从来都不是忍气吞声的货色。我扭头看向江疏影，爽朗笑着：“去几楼吃饭？想吃什么？”都行。
女孩轻声回应。我看着江疏影这张脸过于美丽，玫瑰漂亮，谁都想碰。可玫瑰天生有刺，但保护江疏影的只有一层脆弱的壳。我深吸口气，这一次我必须刺一回。两人吃了饭后，江疏影便打包剩下的食物回家去了。虽然没说，但我清楚她是带给他爸吃的。哎，这位素未谋面的江叔叔啊，算了，你女儿疼你，爱你，我看在她的面子上也对你友善点，不喷你了。下午时分，同学们都陆陆续续赶到班级。江疏影看了眼我空着的座位，心中有着淡淡的担忧。班主任刘威突然出现在门口，都在这干嘛呢？下去给比赛的人加油啊！众人唉声叹气地走向操场。体育老师王平看到刘威带着一班的人下来，神色匆匆跑了过来。顾晨来了吗？铅球比赛马上开始了，还没看到他过来报道呢。刘威一愣，我也没看到他，我以为他早就去场地了。你们谁看到顾晨了吗？大家都摇头。刘威朝王平问道：“能把他的顺序往后排排吗？”没这规矩哈，迟到了就算弃权。这该死的顾晨跑哪儿去了？正当众人一筹莫展时，主席台那边似乎出现了异常。运动员们，请尽情挥洒汗水吧，让每一次呼吸都充满着力量。你谁呀你？你抢我麦克风干嘛？你哪个班的？下面自我介绍一下。一道沉闷磁性的声音从广播中传来。与此同时，操场上所有人都扭头看向主席台。我是高3一班的顾晨，今天发生一件让我很恼火的事，有几个女生把另一个女生锁在女厕所了。接下来的几天，我劝你们给我夹着尾巴做人。听说过猫捉老鼠的游戏吗？一个个的都给我藏好了，等月考结束，我就来抓人了。说完，我转身将麦克风丢给身后的女孩，神色淡然地走下主席台。顾晨，你给我站住！葛日天大喊。远远看到顾晨被葛日天拦下的这一幕，江疏影紧张地握紧拳头，心一横，连忙朝我走过来。我这时也看到了走来的江疏影，连忙蹙眉使了下眼色。少女脚步一顿，明白了我的意思，她停在原地，一双漂亮的眸子里满是担忧。是因为她，顾晨这次又是因为她。见女孩停下，我这才翘着嘴巴微笑着。随后我突然毫无征兆吐出舌头，比着斗鸡眼，晃着脑袋朝江疏影远远地做起了鬼脸。少女眼眶红着，却还是被逗得扑哧一笑。操场上人影绰绰，我们却互相望着彼此。顾晨，你放肆！当众抢话筒说些莫名其妙的话，还朝我做鬼脸是吧？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哪个女生被关厕所了？葛日天大声质问。哎呀，主任，刚刚跟别人打赌输了才上来说几句话，您别在意，大不了我写份检讨。我谄媚地笑着。葛日天怀疑地看了我一眼。滚去比赛，下次再犯，全校通报批评。好嘞，主任。顾晨，还不赶紧过来！刘威的咆哮声从铅球比赛区域传来，他苦苦哀求王平，到现在王平才同意将顾晨往后顺延几个次序。傍晚放学，我来到超市，对着老登就是一顿吹嘘。哎呀，运动会一不小心拿了3个第一。顾浩扑哧一笑。运动会第一有什么厉害的？高考能加分吗？后天月考，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是什么。顾浩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压根没打算赶走这丫头，他甚至想让这丫头做自己未来的儿媳。对于儿媳，他不在意对方的家世背景，虽然他只是个开超市的破老板，但顾晨的3个伯伯足够强大。顾晨作为这一代唯一的男孩，几个伯伯都很宠他，对他的唯一要求就是考个2本，未来好给他铺路。哪知顾晨实在废物，所以顾浩现在看江疏影贼顺眼，这是救星啊！而且他知道儿子也很在意这丫头。小江呢？你们没一块回来？他先回家了，等会儿过来。对了，他家里情况你知道吗？有没有兄弟姐妹？对于江疏影的家庭，我还真是一概不知。你小子这么在乎人家，怎么不问问？我深思熟虑开口道：老头，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层无形的壳，它守护着每个人的弱点。一旦你过度接近，壳破了，人也会跟着碎了。见老爸一脸懵逼，我轻笑道：当然，像你这种富家子弟是没有这种壳的，你可以没心没肺度过整个学生时代，任何时期回忆起来都是快乐的。好好好，小子也敢教训起老子来了。见顾浩缓缓抛出了7匹狼，我连忙讪笑：嘿嘿，我去干活了。晚饭过后，江疏影来到超市。你来了？顾晨，我有话想对你说。啥事啊？江疏影盯着我，认真问道：你准备做什么？我准备做什么？一会儿准备吃个夜宵，还想你陪我看个电影，还想……江疏影蹙眉，我是说，你准备对那几个女生做什么？听到这，我一愣，随后笑道：啥都不做，就是威胁他们一下，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好惹的，免得他们再搞事。不做些什么就怪了，我会让那几个女生知道他们惹到了不该惹的人。当然，这件事儿得等月考之后。我现在的新身份可是好学生。真的？真的，当然真的。嘿嘿。见女孩眉眼间稍微放松了些，我笑着开口：考完试差不多国庆了，准备做什么？江疏影低头：上班。不上班行不行？几乎是一瞬间，江疏影便在心里快速接上：不上班你养我啊。但她清楚这句台词永远也无法从她口中说出来。女孩失落的回答：不行。那到时候再说，或许我可以带你出去玩。那现在开始上班吧，江疏影同学。运动会很快来到了最后一天，江疏影站在小卖部门口，拘谨地抱着小手。老板开口问道：小妹妹，今天买点啥？
还是矿泉水吗？江疏影看向货架上的饮料，虽然顾晨说矿泉水好喝，但他明白饮料一定比矿泉水更好喝。这个多少钱？老板笑嘻嘻道：“嘿嘿，3块钱一瓶。”江疏影抿抿小嘴，小心翼翼开口：“我能不能5块钱买2瓶？”老板点头应道：“可以，完全没得问题。”江疏影付了钱，抱着2瓶饮料，说了声谢谢，他迅速转身离开，不带一丝犹豫，生怕对方反悔似的。常来啊，妹妹。江疏影闻言转身，拘谨地点了点头。太贵了，再也不来了。随着最后一轮的比赛结束，刘维大喊：“顾晨，你太强了，我爱死你了，臭小子！” B 班全体也为顾晨欢呼着。我开心地望着人群后方的少女，赶紧跑了过去。拿到第一，我只想和江疏影分享这份喜悦。你给我买了饮料。江疏影轻轻点头，将2瓶都递了过来。那给你喝。2瓶呢？咱俩1人1瓶啊。我不喝，都是给你的。就给我喝，听到没？我这不是在请求你。听到顾晨下命令，少女本能的不敢违抗，她点点头。好吧，那我们一起喝。江疏影喝了一口，感受着饮料的甘甜，她的双眸也映射出几分异彩。随后她盖上盖子，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顾晨喝饮料。这一幕让她看着很满足，因为这是她买给顾晨的。你怎么不喝了？江疏影微微张嘴，欲言又止，想拿给你爸喝。少女抿起嘴巴，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算是回应了。我深吸口气，这瓶你自己喝，你爸的那份我请。江疏影连忙拒绝，不用的，我就尝一下味道就行了。我不答应，我心疼江疏影，心疼的要死。这丫头从来都不会想着自己。走，我们去小卖部给叔叔买饮料去。少年笑着大摇大摆走路，牵着江疏影温软的小手走向小卖部。江疏影一脸害羞的被我牵着，时间仿佛在此刻定格。傍晚时分，运动会彻底结束。下午的跳高比赛，我同样拿到了金牌。当5个第一摆在刘维眼前时，他彻底震惊了。我将运动会的所有事情抛到了脑后，现在月考才是最重要的。依稀记得前世这次月考我又是年级倒1，结果爸爸被几个伯伯喷了个狗血淋头，我也迎来了几个伯伯失望的眼神。但是这次绝不可能是倒1了。当然，摆脱倒1是过程而不是目标。如果之前考上大学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目标，那么现在我的目标就是和江疏影上同一所大学。如果大学2人没在一块，那谁来保护她？江疏影就是我努力的唯一动力。回到家中，我对爸妈说：“晚上别做我饭了，我要学习。”顾浩忍不住吐槽：“就剩1个晚上了，临时抱佛脚啊！”你就别管了。我说完走向卧室开始背书，背了好几个小时，我实在是不想再让别人对我失望了。从小到大，从未在儿子身上看到希望的爸妈，尽心尽力为侄子铺路的伯伯们，以及双休日准时前来认真为我补习的女孩。第2天吃完早饭，我来到30考场，这是所有差生的汇集地。考场内大家都在叽叽喳喳的打闹，好家伙，比东北早市还热闹。陈哥，一个刘海遮住半只眼睛的男生笑着走过来，这男的叫曹爽，算是校园内的打手。想教训谁的话，出钱贿赂他，他就会找一堆人跑到班级门口堵人。这曹爽纯是顾晨的小迷弟一枚。我伸手打了个招呼，就听曹爽问道：“陈哥，你在主席台上说的是真的吗？这次要搞人？”对，还是有人在不知死活的往枪口撞。你这几天帮我查一下是哪几个女生，重点调查那个被勒令退学的。得嘞，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2人刚说完，突然间整个教室莫名其妙的安静下来。这时江疏影缓缓走了进来，干净纯白的她与这个教室格格不入，所有人都看呆了。运动会之前谁都知道江疏影是年级第1，运动会之后谁都见过江疏影风华绝色，所以大家很诧异很震惊，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顾晨与曹爽扭头，2人都怔怔地望着江疏影。江疏影脚步顿住，在原地站了几秒钟，随后便埋头走向我。女孩抬起漂亮眼眸望着我，轻声道：“早上好。”我微微一笑：“早上好。”打完招呼，江疏影迅速走向最后一个位置坐下，所有人再次露出震惊的神情。江疏影怎么会坐在那？我不悦道：“都看什么？好看吗？”众人连忙缩着脖子散去，我也来到最角落的位置。刚坐下，监考老师苏妙妙走上讲台，朝所有人开口：“马上开始考试，把相关的东西都收一下，放在讲台上或者外面的走廊。”江疏影将书包拿了出来，正准备起身，她的书包便被一只大手接了过去，没来得及说谢谢，我便提着一蓝一粉2个书包走上讲台。回来坐下后，江疏影上身前倾，小声补充了句：“谢谢。”啊，这谢啥？我意外地回头瞥了他一眼，江疏影没说话，目光认真地望着讲台上放着的被蓝色书包搂在怀里的粉色书包，旁边窗帘浮动，画面岁月静好。教学楼下哨声响起，考试开始了。苏妙妙坐在讲台上，望着下面的学生，走神的走神，望窗外的望窗外，趴倒的趴倒。他们不像是来考试，倒像是在坐牢。终于，一个角落传来声音，苏妙妙仿佛察觉到了唯一的希望，立即惊艳地望去，全考场唯一一个在动笔答题的人，甚至比江疏影还快了一步，是那个男人，是顾晨，他动笔了。时间快速流逝，在只剩下1小时的时候，我果断放弃了阅读理解和文言文，直接开始写作文。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我的文笔和文字深刻程度绝对是远超从前的。
写完作文后，我默默松了口气，这竟然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完整写完一篇语文作文。很快考试结束，我走去拿书包，回来时朝江疏影问道：“你要现在去吃饭吗？”女孩抱着书包轻轻摇头。我来到食堂2楼，吃完饭后正准备回家，忽然在书包里摸到一个诺基亚手机，这是我带给江疏影的。下到1楼，我在一个角落发现了江疏影的身影，我朝那边走去，却发现江疏影没在吃饭，而是低着头摆弄着什么玩意。面前的餐盘依旧是光秃秃的白米饭，没有菜，没有肉，不过旁边的塑料饭盒里倒是装着蔬菜和肉，但看样子也并没有打算给自己吃。我忍不住蹙眉，随后凑近观察，发现江疏影正在用502胶水修复着上次的发夹碎片。突然间，我觉得这个世界好不公平。女孩吃着5毛钱的米饭，买了2块5的胶水，粘着已经变得一文不值的发夹。她似乎在做无用功。在她心中，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她自己、她爸爸，还是这个发夹？也许少女从未收到过礼物，所以她很珍视。可是我明明说了，可以再送她很多发夹，但她还是为了这一个破碎的发夹在尝试着修复。即使掌心的皮肤被502灼烧出了几个硬疙瘩，她却还是在尝试。我终于忍不住伸手触碰江疏影的肩膀。你怎么坐在这儿啊？让我找了好久。听到我的声音，江疏影迅速将手臂垂向一侧，我在她旁边坐下，心疼地瞪着江疏影。少女不敢看我，我从包里拿出手机，江疏影意外地看着我，连忙想要拒绝。不是送你的，是借你用的。作为超市员工，没个联系工具怎么行？而且我也会偶尔打电话问你题目。江疏影发现确实不是新的，这才小心翼翼收下。好了，我先回家了，你赶快吃饭吧。我说完站起身，还是忍不住瞟了一眼桌上的白米饭，但这次没说什么，因为说了也没用，这倔丫头不会听的。下午时分，我来到考场开始复习数学，忽然我像是想到了什么，转身朝低着头的少女说道：“我是1，你是0。”江疏影抬起水润的眸子，羞涩地将手放在胸前，小声问道：“什么意思？”除了你，一切都没有意义。江疏影微微一怔，脸瞬间通红，连忙低下头拿起水笔，在草稿纸上乱画起来，假装自己很忙的样子。随着下午的考试结束，我对江疏影说：“快，你的卷子给我看看。”江疏影听话的将卷子递给我。耶，我对的还挺多的。我发出胜利者的喜悦，仿佛在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辉煌战绩，这是我活了几十年从未有过的成就感。江疏影则在后座昂着头，嘴角带着微笑，眼里满是少年。傍晚，江疏影来到超市，顾浩诧异的开口：“丫头，我不是给你放假了吗？你怎么还来超市啊？”江疏影连忙上前2步道：“叔叔好，我前几天跟收废品的爷爷约定好了，打算今晚去把那些空瓶子卖给他。”顾浩无奈道：“我说你就为了那几个瓶子，你还专门跑来一趟，那能有几个钱啊？有这个时间你不回家复习复习？”江疏影低头反驳道：“能卖不少钱的。”顾浩想起前些日子自己跟这丫头说过，超市收集的空瓶子卖了钱都归他，这丫头当时口头上拒绝，看样子心里还是想要。顾浩不禁有些想笑，这孩子挺好，节省，不像顾晨，低于100块的钞票看都不看一眼。不过太在意钱终归不是好事儿，以后得调整一下他的金钱观。钱财之外，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东西需要在意。只能说这孩子还小，暂时想不到那么多别的吧。那行，你卖完了赶紧回家，别在外面待着哈。顾浩叮嘱道。江疏影连忙点头，微笑着道：“那个爷爷该等着急了，我这就去。”江疏影纤瘦的身影拖着几个袋子离开了超市。夜幕降临，顾浩出门买米粉回来，看到收银台上放着一叠皱巴巴的纸币，旁边还有一张纸条。顾浩拿起纸条：“叔叔，这是卖废品的钱，一共24块，都在这了。我答应了那个爷爷今天过去卖的，不能言而无信。还有这钱我真的不能要的，叔叔你收好。”顾浩愣住了，自责地放下纸条。他好像误会了一件事，江疏影今天来超市并不是为了这20几块钱，而是为了遵守约定。他从未怀疑过江疏影的人品，虽然今天也没怀疑，但他却自以为是的想调整这个孩子的金钱观。顾浩没想到，他反倒被这个孩子上了一课。我真是，唉。晚上回到家中，顾浩脸色沉闷的拿着这叠纸币走向客厅。顾晨，给我滚出来！顾浩心情不好的吼了一嗓子。咋了，爹？我今天很乖的，数学选择题对了5道呢。顾浩也不知道自己生气个什么劲，但就是心情不太好。看到顾晨在自己面前，他又想到了江疏影那丫头。那个，咱这次国庆节全家出去玩玩呗？不行，我准备带江疏影出去玩玩呢。我的意思就是带着小江一起出去玩玩，如果他家里人也有时间的话，可以一起。站在一旁的小萝莉扭头看着爸爸和哥哥。江疏影到底是谁啊？听你们念叨这个名字好久了。你忘了吗？超市的员工啊，你哥哥的同学。第二天下午考完英语，2楼食堂，我与曹爽面对面坐着。陈哥，那几个女生找到了，班级姓名我都知道了。有几个人？一共3个。哼，老鼠捉到了啊！一个叫刘杰，高3 2班；一个叫李艳萍，高30班；最后一个叫孙若飞，高31班。他们3个和许愿高1都在一个班。你们班那个江疏影，高1的时候也在那个班。他们3个家庭条件怎么样？就普通家庭。陈哥，你一句话的事，咱什么时候搞？曹爽，我把你当兄弟才跟你说这些。我希望你以后把你学校里的那群兄弟什么的解散了。听到这句话，曹爽有些意外，他愣愣地看着我。陈哥，
你突然间怎么了？什么怎么？没怎么。还有你这破头发，早点剪了。等你高中毕业，我会让我大伯给你安排一个工作，拿着稳定工资，你妈妈的医药费一样有着落。曹爽一愣，顿时间坐直了起来。陈哥，我这样的没学历的也能去吗？这叫走后门，懂吗？不过得从基层做起。好，都听陈哥的。依稀记得是13年，也就是3年后，曹爽混社会跟了一个老大哥，结果被骗了，稀里糊涂的做了违法的事情，顶锅进去了。他是单亲家庭，家里生病的母亲无人照顾，最后郁郁而终。既然重生了，自己提前知道这些，能帮就帮。毕竟曹爽这家伙帮我的忙从来不收钱，还一口一个陈哥的喊。这3个女生，你观察好她们放学回家的路线，确定了再去一班找我。明白。月考后第2天大课间，卧槽，顾晨，你他没有作文打小抄了吧？这边的动静吸引了教室前方，柳如烟转过身朝那边望了望，问道：咋了？好像是顾晨英语听力全对啊？怎么可能？就他？前排2个女生回头，诧异的开口：顾晨，你英语考这么好，那其他科呢？不急，最近在努力补习了。要是我以前好好学习，把上课的笔记都做了就好了。笔记。一旁的江疏影静静听着，无声呢喃着这2个字，偷偷记住了。没事的，顾晨，你进步已经很大了，慢慢来。前排女生转回去后，我将英语试卷放到江疏影桌上。我厉不厉害？江疏影笑着点头，厉害。那你说顾晨好厉害呀？女孩微抿小嘴，脸蛋红红的小声道：顾晨好厉害呀。我昂头，眼神迷离，这甜甜软软的声音太爽了。你再说，顾晨好厉害呀，我是你的小迷妹。江疏影低着头，用力抿着小嘴，将身子转了回去，双手紧紧握着水笔，坚决不搭理我了。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戳着她软乎乎的胳膊，可女孩就是缩着一侧肩膀，红着脸不理我。就在这时，刘薇走进教室，说个事，这周5下午放学开家长会，针对这次的月考成绩。好，开家长会就得经常开家长会，这样我们才能在激励中不断进步。顾晨，你吃错药了，你不是最怕开家长会的吗？现在才是月考结束的第2天早上，大家还不知道我的成绩，包括刘薇在内，只有江疏影在低头偷笑。她当然知道我为什么期待着家长会，不过说起家长会，无论自己考了多少次的年级第一，江疏影都跟其他人一样，并不期待家长会的到来。像是想到了这一点，女孩脸上的笑容缓缓消失，她无声地吐出口气，扭头静静地望着窗外蔚蓝的天，洁白的云。中午时分，江疏影背着粉色书包，刚从65中回来。她没有去教学楼，而是去了校园小卖部，买了本笔记本。下午课间，江疏影打开新买的笔记本，开始誊抄笔记，锋利而又娟秀的字体规整地落在每一条横线上。她誊抄得很小心，不仅是因为笔记本很贵，还因为这是打算送人的。你抄的啥啊？女孩吓了一跳，连忙扭头看去，嘴巴却差点擦过对方的面庞。我和她几乎是同时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脖子。我靠，差点亲上！江疏影连忙移开视线，坐回到位置上。你在誊抄笔记啊？正好，我以前的课本一片空白，你抄完了借我看看。江疏影没有看我，也没回应，只是快速点头。周4傍晚，此刻有3个女学生正嬉笑打骂着走进一条巷子，在她们前方突然出现了3个面无表情的男生。你谁啊？7中的吗？我们3个什么时候得罪你了？你们得罪的不是我，是一个你们绝对惹不起的人。说完，只见一个男生从巷子口走了出来，3个女生见状，皆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他们认识这个人，这是那个在运动会上跑到主席台抢了话筒，当众挑衅他们的那个男生。你们想干什么？我哥可认识派出所的人。我看向了最左边的女生，叫什么？女生不说话，但身后曹爽说道：刘杰。我一巴掌扇了过去，随即恶狠狠地盯着对方，脸上浮现出一闪而过的怒气。这个呢？李艳萍又是一巴掌扇了上去，看着对方害怕地哭出来，我不屑一笑。原来你们也会哭啊！最后，我看向了那个朝我叫嚣的雀斑坦克。他呢？孙若飞。孙若飞瞪着我：你敢打我，我就找我哥了。孙若飞，你为什么要欺负一个无辜的女孩？我实在是想不通，天底下的这些坏人为什么要选择从小就当坏人？江疏影一个柔柔弱弱的女生，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吗？她错在了每天穿着校服，还是每天吃着剩饭，亦或者是每天沉默学习？她笑起来真的很好看，她就是错在太干净了。所以你们这些渣子非要把她弄脏。我一巴掌扇在了孙若飞的脸上，1次不够2次，2次不够3次。让你哥来找我吧，我叫顾晨，我会让你哥知道未来在卢城生存下去有多困难。说完，我们便离开了小巷。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叠红色钞票，递给曹爽：这5000块钱，请几个朋友吃个饭。陈哥，这钱我们不能要，拿着。钱要用在对的地方，只要用得对，随你怎么花。别忘了我在食堂跟你说的事儿，绝对记得，陈哥。我点点头，朝着超市的方向走去。来到超市，我偷偷瞥了眼正在货架间忙碌的少女，顺口朝老布说道：明天家长会，别忘了下午放学后。我懒得去丢人，这次让你妈去吧。
正好他也想去见见小江。行，那你可别后悔。随后我走向正在理货的江疏影，似乎是听到了脚步声。江疏影回头发现是我，她腼腆地笑了下。难得啊，江疏影同学，现在看到我都会主动笑了，因为啥？这么开心？听到自己被调侃，江疏影不好意思地收起笑容。顾晨，你进步了，叔叔如果知道了也会很开心的。你别管我爸开不开心，我就问你开不开心。江疏影在身前攥着2只鲜白的小手，轻轻点头。开心。开心就再笑一下，要不我不信。少女却不好意思再笑了，转过身，耳垂微红。别动，有虫子。说完，我的手朝着江疏影的头发伸去，江疏影身子僵着不敢动。下一秒，我将手从她的脖子间收了回来，原本空着的手现在多出一枚发夹。见江疏影美眸惊奇，我翘起嘴角，送你了。江疏影眨着眼睛盯着这枚发夹，但是没伸手。朋友间的小礼物嘛，你不收是不是不打算以后送我礼物？不是的。她立即抬手接过，好漂亮呀。江疏影低头打量，拿了就戴上吧。我又重新将发夹拿了过来，夹在了江疏影额前的发丝上，真好看。江疏影耳垂微红的瞟了我一眼，又快速收回视线。晚上回家，客厅里，苏小雅很是意外和惊喜。明天真的让我去开家长会？苏小雅激动坏了，她才不在意儿子成绩方面的事，她纯粹是想去看看江疏影长啥样。那就说好了嘛，明天别迟到。晚上临睡觉前，洗漱好的苏小雅回到卧室，顾浩便朝她开口叮嘱道：明天记得带点好吃的、贵一点的零食过去给小江。在超市干活的时候，你没给咱儿媳塞好吃的吗？听到老婆的这声儿媳，顾浩并没有诧异，显然他们2人私下里已经这么称呼江疏影有一段时间了。这丫头给啥都不要，自尊心很强。苏小雅点点头，经过老公这些天的叙述，她能猜到江疏影家里应该是挺困难的。即便从没见过江疏影，但她已经打心底里心疼这个小姑娘。第2日下午最后一节课，刘维表情严肃地走了进来。老规矩，拿张纸写上自己的名字，放在自己的课桌上，方便家长找到对应的座位。我在纸上写名字，江疏影却没有动作，只是在自己的位置上抱着自己的粉色书包，静静地看着我写名字的一幕。察觉到了旁边的视线，我扭头问道：你不写吗？江疏影抱着书包抬眸，默默摇头。我一怔，我不记得以前家长会的时候，江疏影的家长有没有来，因为每次家长会时我都跑到操场上打篮球去，想到还要给自己爸爸带饭的行为，我大概理解了。我没继续询问，只是笑道：我爸妈都不想来参加我的家长会的，来了也是骂我。江疏影轻轻开口：不会的，他们这次会夸你的。我动作一顿，江疏影朝我微笑，然后便默默背上书包，朝我说道：我先出去了。去超市吗？不是，就是找个地方先待着，等开完家长会，我再来班门口找你，然后一起去超市。我看着女孩走出教室的孤单身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刘威再次走进教室，好了的话都先出去吧，家长们要来了。我来到教室外面，虽然学生们已经走了大半，却还是有剩下一大半的学生都留在了教室门外。很快，楼梯口传来了熙熙攘攘的声音，是家长们来了。从人群中挤出来后，苏小雅提着一个超市购物袋走向我。妈，你这是干嘛？这是给小江的，哪个是他？听到是给江疏影的，我感觉心里暖暖的，大概是希望这个世界上不止我一个人对江疏影好。他不在这儿，等结束我带你去找他，你先去开家长会吧。苏小雅这才收起搜寻的视线，她这次来只想见见漂亮的小媳妇。家长们入座后，苏小雅看了眼旁边的空桌，人愣了愣。我记得小江跟儿子是同桌才是，可怎么没看到小江的家长？苏小雅呼出口气，想到了些可能，又不免心疼了起来。我提着吃的在教室外等她，钟锦成见状，连忙伸手来摸。这么多吃的，给一个。刘威站在讲台上，脸上带着微笑。各位家长看到这个纸盒里的小红花没？没错，今天要用小红花奖励在这次的月考中表现优异的同学。在我看来呢，这种方式幼稚但有效。首先是语文，语文第1名江疏影同学，139分。班里响起家长们的鼓掌声，大家都在等着江疏影的家长上台领奖，但好半天没人上去。可就在这时，后排一个声音传来：江疏影的那个，要不我先帮忙拿着，我儿子跟他关系好。苏小雅开口说道。刘威停顿片刻，笑着说道：好的，顾晨妈妈，我就直接贴在你身上吧，就当作是你替他妈妈接了这份荣誉。行啊，那孩子应该不会介意的，他跟我儿子关系好得很。刘威将属于江疏影的那朵小红花认认真真的贴在了顾晨的妈妈身上。苏小雅正准备回到座位，突然听刘威说道：顾晨妈妈先别走，语文科目进步最大的人顾晨75分，我看了他的语文作文，要文笔有文笔，要内容深度有内容深度，总而言之，这孩子进步很大，大到让我吃惊。他说完，将小红花贴在了苏小雅的胸口，全体家长鼓掌。苏小雅激动的脸都红了。谢谢，谢谢各位。苏小雅正准备回到座位上，门口的英语老师苏妙妙突然开口：顾晨妈妈，请等一等。苏妙妙笑着走上讲台。一班英语第1名江疏影，142分。小江成绩这么好吗？苏小雅内心震惊地看着代表2门140加的小红花。还有一朵英语进步最大的学生，同时也是班级第2名，顾晨，英语140分。说完，他立即上前将小红花贴在了苏小雅的身上。接下来，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4个老师依次进入了班级。江疏影再次收获3枚第1名的小红花。家长会结束，苏小雅面色潮红地走出了教室。你这臭小子，这次厉害呢，班级第32名呢。我露出笑容，班级32名，总算是超过了跟爸爸的约定。这个成绩也绝对好在3个伯伯那里交差了。我现在带你去找江疏影。对，找小江，我身上都是她的花呢。我大概知道江疏影在哪里待着，这似乎还是重生前的一次偶然发现。重生前的高2那次，我跟钟景成跑到了天台打闹，结果发现同班同学江疏影正靠着墙坐在地上，在那静静的看书。见到2个男生出现，江疏影便脸色平淡的起身，拿着书本走下了楼。此刻我提着一大袋零食和苏小雅一起来到了天台，果然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子处在阴影里，在认真的誊抄着什么东西。江疏影，少女立即抬头，见到是我，她有些意外的笑了笑。不过见到一个陌生的女人在旁边后，她脸上的笑容又缓缓淡去，表情变得拘谨了起来。江疏影在阴影的角落里站起了身，静静地望着处在月光下的母子2人。她没赶过去。江疏影向来喜欢对于出现在自己身边的每个陌生人都保持着距离。世界上唯2能让她放心用身体一侧触碰的人，一个是爸爸，一个是顾晨，因为只有这2个人能让她无条件的去信任。此刻少女站在覆盖着阴影的角落里，拘谨地望着那个陌生的女人，一时间不太敢走过去。这是我妈，经常听我爸和我念叨你，想过来见见。阿姨好。你好，小江。苏小雅连忙回应，她满眼柔和地打量着女孩，终于理解老公口中所描述的长得跟天仙似的形容词并非夸大其词，这女孩是真的漂亮啊。可看着阴影里的丫头，就算是身为女性的苏小雅此刻也忍不住心生怜爱之情。别的孩子要么在操场上玩耍打闹，要么守在教室门口等待大妈出来，只有她一个人孤孤零零地坐在天台的角落里写着作业。苏小雅心肠软，泪点低，越想越受不了。小江，你看阿姨身上贴的这些小红花，有5个你的，也太厉害了。江疏影低下头，她有些意外地盯着这些小红花，瞳孔涣散，似乎没听进去苏小雅的话，只剩一道出现在脑海的声音：疏影太厉害了呀！你看妈妈身上贴的这些小红花，都是刚刚老师奖励的。老师说疏影是所有孩子里表现得最乖的那个呢。记忆中回溯的声音消失，江疏影缓缓抬头，呆呆地望着前方的女人，亲切且模糊的面孔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陌生中透露着温柔的脸庞。江疏影认真地看着苏小雅，好似哑巴了一样不说话，没得到女孩回应。苏小雅奇怪地扭头看了眼儿子，我也有点摸不着头脑，因为在我看来，江疏影遇见自己妈妈应该会表现得拘谨害羞才对，但此刻这女孩却在发呆。我试着喊了一声江疏影。江疏影回过神来，看向苏小雅，这下面孔变得清晰了，这也让她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失落，心口却冷不丁地插了一根针，眼角跟着泛红了起来。谢谢阿姨。苏小雅察觉到了女孩的异常，她柔声开口：小江，你有事情不方便跟顾晨说的话，都可以跟阿姨说的。没事的，阿姨，我没有事。可是你这孩子眼眶都红了，你说没事儿，阿姨不信啊。苏小雅有些心急，眼前的女孩仿佛一碰就碎似的，让她又急又心疼。在她看来，江疏影的家长没出现，绝对不是简单的偶尔一次有事没来。小江，你跟顾晨关系好，每天还跟顾晨一起在超市帮忙，以后就把我们都当成你自己的家人就行。我和你顾叔叔都是你的家人，包括顾晨，千万别跟我们见外。也许是这句话的出现，让少女一瞬间解除了心防，她眼眶红着，哽咽的开口：幼儿园的时候，我妈妈也给我开过家长会，她的身上也贴满了小红花，跟阿姨现在一样。没事的，你妈妈这次没来，肯定是有自己的难处的。哪个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大多数时候都有脱不开身的理由，只是没办法跟自己的孩子明说。江疏影看着对方，2行眼泪顺着女孩的眼角流淌了下来，她伸出颤巍巍的小手往天边的方向指了指：阿姨，我妈妈她来不了，她在天上。苏小雅圆睁着眼睛，呼吸骤停，她微微张嘴，却说不出话来。苏小雅连忙张开双臂抱住了眼前的女孩，不停地用手抚摸着女孩的后背。她想出口安慰，却发现自己的喉咙跟卡了刀片一般的难受，怎么都说不出话来，就像是突然哑巴了一样，只剩下决堤的泪水。我不禁攥紧拳头，眼泪瞬间跟着流了下来。我转过身，攥拳的右手颤抖着，不停颤抖着。我咬着牙，靠着墙坐下，我望着天边的晚霞，眼里却模糊一片。江疏影的话一直在我耳畔回响：阿姨，我妈妈她来不了，她在天上，在天上。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这凭直觉。我独自坐了一会儿，深吸口气，擦掉眼泪往那边走去。苏小雅此刻哭得很厉害，江疏影正在抬手轻轻拍着她的肩膀，安慰着她：阿姨，不哭了。妈，好了，自己这个样子，你还打算安慰别人啊？不好意思，我这人就这样，听不了这些东西。缓了好一会儿，苏小雅终于不哭了，她拿起购物袋：小江，这是我给你带的，你拿回家吃。我不要的，阿姨。怎么不要呢？这些又不贵，阿姨的一点心意而已。妈，
你自己提都费劲，这么多你指望他提得动啊？你就直接从里面挑几样喜欢的拿着吧。见江疏影还是不为所动，我瞪着他。江疏影，别不懂礼貌，让你拿就拿。听到儿子凶小江，苏小雅当即严肃地抬手捶向儿子肩膀，喊什么？你喊什么？看着被揍的顾晨，江疏影心里焦急，她连忙上前从购物袋里面随便拿出了2样零食。阿姨，我拿了这2个。苏小雅扭头望去，这才停下举动，瞪了顾晨一眼，便走向江疏影。再多拿几个呗。不用了，阿姨，我不爱吃零食的。苏小雅还想跟江疏影聊聊，但是却不知道说什么。明明打算安慰人家丫头，自己却丢人的哭成那样。我看出了妈妈的心理活动，朝江疏影说道：“你今天先自己去超市吧，我带我妈先回家了。”好。江疏影立即点头。小江，我开车捎你过去，省得走路了。不出10分钟左右，车就停在了超市的门口。江疏影背着书包下了车，我也跟在后面。这时车里突然传来苏小雅的声音：“让你爸滚出来，回家开会。”我正有此意，回到家中，顾浩开口：“咋了，老婆？这么严肃？”看着苏小雅沉闷的脸色，他像是明白了什么。又他妈考到1，让你妈丢人了是吧？你打住，这次可不是我的事。顾浩一愣，苏小雅很少生气，如果真的生气了，那是真的发生大事了。客厅安静下来，苏小雅掏出鸡毛掸子指着老公：“你给小江开多少工资？1个月300啊。300？苏小雅气笑了。儿子出去吃顿饭，300块钱都不够，你只给他开1个月300？他自己也清楚，工作不累，时间还少，我给多了也不合适啊。你个老东西，给他工资这么少，还让他干重活，你是不是人啊？”顾浩无奈：“瞧，这就是你妈，一生气就开始不讲理。”爸，江疏影没有妈妈啊！苏小雅鼻子一酸，她叹气道：“我今天见到她一个人躲天台写作业，她是不是每次家长会的时候都躲在那儿啊？长得这么漂亮的一个丫头，你知道不知道？她说自己妈妈不在了的时候，我心都碎了。”到底怎么回事？他妈妈是刚出事，还是很久之前就没了？不清楚，不过他现在的性格一定和他妈妈去世有关。那他爸爸呢？他爸爸肯定还在，也许是卧病在床，因为江疏影每天都从食堂带饭回去。顾浩叹息道：“这丫头自尊心强，肯定不好直接问，想给她涨工资，她肯定也不会同意。”我深表赞同，如果涨工资，江疏影要么不会同意，要么会用加倍劳动偿还。找机会咱们带她出去玩玩，散散心。我真的怕这丫头心里有事扛不住。说完，顾浩才找着机会问：“所以你这胸口上的东西是啥？”这次儿子语文作文只扣了5分，英语140分，班级第2，总分班级32名。今天一直被老师夸，走都走不掉。顾浩感觉好像在听科幻文，急忙冲向卧室。5秒后，一个极大声音传出来：“大哥，有重要事情汇报。您乖侄儿开窍了。”第2天早上，我对身边的少女说：“有2件事要和你说。第一件事，我们中午去吃土匪鸭。”江疏影果断摇头：“我不吃。”哎呦，你个花姑娘竟敢忤逆我！第2件事是什么？你和我去吃，我再跟你说。江疏影抿起小嘴，表情有些不舍，将饭卡递给了我。到了中午，我快速冲进食堂，点了2份土匪鸭。过了没多久，江疏影走了过来，在我旁边坐下：“吃吧。”我将筷子递给她。对了，第2件事是我们家国庆节准备出去玩个半天，你到时候一起吧。少女无奈地摇摇头，小口吃饭。我耐心说道：“不耽误中饭和晚饭，就下午那一会儿。”女孩还是摇头。是因为有你不认识的人吗？你只差我妹妹没见过了，她就是个小屁孩，无视她就行了。江疏影不说话，实际上她是觉得出去玩会花钱，而顾晨肯定不会让她花钱，但她不想花顾晨或是顾叔叔任何一个人的钱。出去玩这件事对于她来说特别奢侈。江疏影低着头，倔强的开口：“我不想去。”我叹息一声，也没再说什么。或许让爸妈来说，她才可能答应吧。我暂时放下了这些，专心吃饭。吃饭过程中抬头发现女孩突然皱着眉头坐在那，看着她眼前的盘子已经被吃得干干净净，这一幕让我有些满足。可是江疏影却好像有些不太开心的样子。见她这样，我问道：“怎么了？不好吃？”江疏影抬起脑袋看着我，焦急地抓起2只拳头。我没忍住，吃完了，忘记给我爸爸留了。我一愣，随后将江疏影的饭卡掏出来还给了对方。真巧，我刚刚也忘记刷你的卡了，刚好你还能买1份。见江疏影欲言又止，我连忙道：“这点钱还要还，大不了晚上多干点活呗。”女孩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神情似乎有些难过，这才起身朝着窗口的位置小跑着过去。等她离开，我也没有了食欲。想起少女刚刚的话，我没忍住吃完了。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女孩的自责情绪很明显。江疏影买完饭回来后，我试探地开口：“你很爱你的爸爸吧？在你心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少女朝我认真地说：“对我来说，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我听完假装漫不经心问道：“那我呢？在你心里我是什么样的人？”听到这个问题，江疏影神情不自然起来。你也是。我闻言有些诧异地盯着江疏影，没想到她竟然把我和她爸爸放在同一个重要位置。我开心地笑了，少女则不好意思腼腆地低着头，脸蛋红扑扑的。晚上回到家，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她不愿意出去，态度还挺强硬的。
我有点没招了，咋办吧？客厅里，苏小雅和顾浩听到这个消息，他们顿时间也有些一筹莫展。顾浩突然开口：“那就软硬并施。”刚说完，苏小雅就强横道：“不行，不准凶他。”好，那还能咋办？我找个机会单独跟他聊聊吧。他总不能连我这个老板兼叔叔都不给个面子吧？我才是他老板！滚犊子！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这时顾以东偷偷对我喊道：“哥哥，来我房间，给你看样东西。”我疑惑地进了房间。哥哥救我！顾以东可怜巴巴地望着我，看到这小萝莉的模样，我就猜到了大概。又帮忙开家长会。顾以东点点头。这次第几？班级第45名。说人话。倒数第1。我深吸口气，此刻我体会到了之前顾浩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算了，都重生了，对妹妹好点吧。第二天下午第1节课下课，我朝江疏影说道：“我待会儿逃课去给我妹开家长会，老师问了，你就说我家里临时有事儿。”没等江疏影反应过来，我便连忙跑出了教室。我来到学校门口，等着顾以东出来接我。本来打算在校门口和背带裤叔叔说说话，却没有看到他。突然，我听到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我扭头看去，可迎面而来的是一块红色砖头。就你他妈叫顾晨啊！坚硬的砖头狠狠拍在了我的脑袋上，我只感觉整个头部震颤了一下，随后整个身体朝一侧歪倒了过去。我意识不清地躺在地上，湿热的液体从头顶流了下来。废物，说话！就你他妈叫顾晨啊！面前站着一位紧身裤青年，我眼前模糊，看不清他的脸。你是谁？我就是孙若飞他哥。你打听打听孙强盛的名字，能吓尿你？你小子不是挺横的吗？怎么站不起来了？以为花钱找到几个混混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是吧？我呸！我已经完全没有起来的力量，大脑很混沌，头很疼，甚至还能感觉到鲜血在不停地流下来。过了一会没听到孙强盛的声音，应该是走了。我喘着粗气躺在地上，视线一片模糊。我望着蔚蓝的天空，这一刻我想到了江疏影，天空中也仿佛映出了少女笑着的模样。她笑的时候可真好看。我微微抬手想触摸天空，却觉得遥不可及。我意识越来越模糊，我害怕自己醒不来了，或者醒来后发现这过往的1个月都只是一场虚无的梦。我害怕辛苦改变的一切又会恢复成原样，少女依旧会成为记忆中死在大货车下的尸体，而立之年的自己依旧会记不清她的样貌。不要走，这一次我真的不想再忘记她。我感觉没了睁眼的力气，手也缓缓落下。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使我强撑着睁开双眼。小和尚，小和尚！背带裤大叔跪在我身边，焦急地呼唤着我的名字。我蹙眉，感到很意外。大叔！背带裤大叔力气很大，将我扶起来背在了背上。他急得原地转圈，口中不停念叨：小和尚，小和尚不要死，血有血！大叔原地踏步了一会，似乎找准了一个方向，朝前跑去。我在他后背上，满脸鲜血，感慨着：大叔，真没想到是你来救我了。小和尚不要死，小和尚不要死！背带裤大叔哭喊着，跑得飞快。我虚弱的抬头：大叔，你知道医院的方向吗？大叔，你说话啊！说完几句话，我彻底昏死过去。背带裤大叔焦急地回头看了你，看到我脑袋耷拉着，他哭喊着：不要死，小和尚不要死！医院，讨厌医院，讨厌医院！然不要死，安不要死，小和尚不要死，都不要死，都不要死！然头发掉了，头发掉了！医院，讨厌医院！疏影不要哭，疏影不要再哭了，爸爸心好疼，妈妈在天上。医院，小和尚要去医院，小和尚别怕，我们去医院。疏影别怕，爸爸跑得很快的。快看啊，他和傻子玩，他也是个傻子，哈哈哈哈哈哈！一个大傻子，一个小傻子，都是傻子，还有一个女疯子，你们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不要死，小和尚不要死，疏影不要哭，爸爸心好疼。顾晨，你快醒来好不好？叔叔，是你救了我吗？江疏影，你别走，不要！这次我真的不想再忘记你了。傍晚，夕阳西下，卢城市第1人民医院。我躺在病床上，缓缓睁开双眼，脑袋上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眼前的景物渐渐清晰起来。晨儿，你醒了。大伯，我疑惑蹙眉，紧接着我又看到了身旁站着的瘦高男人，他温和地开口：晨儿，头还疼不？二伯。随后我诧异道：我爸呢？说完，我发现大伯、二伯同时面色不善地看向墙角，顾浩正在墙角罚站。听到儿子的声音，顾浩怯怯地瞄了眼2个哥哥。晨晨醒了，我过去看看他行不？好罕见的称呼，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二伯凌厉地看着顾浩：你还有脸看他？好好面壁思过去。二伯名叫顾璇，身材瘦高，脾气很差。不过在家中，他的差脾气一般只会发泄在老四顾浩身上。大伯温和笑着：晨儿，你别害怕，医生说你头骨硬着呢，就是一点外伤，加上轻微的脑震荡，休息1个星期就能出院了。大伯名叫顾天，脾气很温和，长得也很慈祥。他对待我几乎是当自己亲儿子一般。我微微蹙眉：那个背带裤叔叔呢？
顾浩顿了顿，手指着病房外。我刚不久好像是看到一个穿着背带裤的人坐在走廊角落，一开始没注意，还吓了我一跳。对，就是他，是他背我来医院的。二伯朝顾浩喊道：“愣着干嘛？还不快去！把救命恩人喊进来！”顾浩赶紧跑到外面走廊，朝在角落的男人说道：“大哥，咱先进病房里。”不去，不去，那里可怕，可怕！背带裤大叔畏惧地缩在角落里，怎么都不愿意起身。顾浩耐心说道：“大哥，你救了我儿子，他醒了想见你。”小和尚，小和尚不要死！小和尚没死，小和尚醒了，他想见见你。病房里，我坐在床上，内心很复杂。一向不太信命的我，此刻也有些动摇了。初中自己保护了背带裤叔叔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因此被其他同学嘲笑，说自己和傻子做朋友。说实话，我也怀疑过自己做的对不对。因为背带裤叔叔，我少了很多别的朋友。可当我看到背带裤叔叔被人欺负时，依旧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教训了所有欺负背带裤叔叔的人。从那天开始，校门口当中揍人的我成了大家眼中的坏学生。没人在意真相，只知道我打了人，但我不后悔。当年我保护了背带裤叔叔，如今背带裤叔叔救了我，这或许真的是冥冥中注定的吧。病房门口传来声音，我抬头看到爸爸拉着背带裤叔叔走了进来。背带裤叔叔看到我，立即兴奋大喊：“小和尚活了！小和尚活了！”顾浩也跟着开怀大笑。人虽然傻了点，心眼倒是挺善良的。而此刻，两个伯伯盯着背带裤叔叔发起愣来，兄弟二人对视一眼。是他。我去，真是他啊！我看到这二人打起哑谜，忍不住问道：“你们认识背带裤叔叔？”二伯解释道：“他叫江颂哲，以前是白皙食品公司的老板，很有名的。我们也和他打过交道。那时候我们公司刚起步，他提携了不少。后来我们听说他被公司的二把手算计了，赔得倾家荡产。这家伙现在怎么这样啊？哎。”看着江颂哲如今的模样，二伯微微蹙眉，有点惋惜。大伯笑着开口：“真有意思啊！要不怎么说生活是个圈呢？晨儿，你知道吗？你二伯现在手底下那所分公司，目前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白皙食品。我记得这家公司以前白皙食品产的方便面很好吃，不过后面就突然变得难吃了，看来和背带裤叔叔离开公司有关。”二伯笑着说道：“我和你大伯商量了，只要你考上大学，我的分公司直接交给你。你有信心对抗白皙食品吗？”我微微张嘴，一时间没说出话来。我忍不住问道：“你们和白皙主要竞争什么？”二伯深吸口气：“还是方便面啊！虽然他们白皙方便面没有当年好吃，但销量还是远超我们顾氏，名牌效应吧。”我撇撇嘴，说起来背带裤叔叔真是可怜呢，被公司的二把手算计，导致一手创立的公司被抢，现在品牌还被二把手搞垮。不仅如此，当年背带裤叔叔还赔得倾家荡产，老婆儿子相继死去，就剩个女儿。就在这时，病房门口传来动静，4、5个人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个中年男人，长相看起来不怒自威。老三来了。三伯啊！我笑着开口。三伯严肃的脸上露出笑容，朝病床走了过去。三伯看着我的额头，这脑袋挨这么大一下疼吗？看到三伯就不疼了。你呀你，臭小子！紧接着，顾渊微微侧身，严肃的开口：“小宋啊，在。”秃顶男人点头哈腰的走了过来。我是不是应该喊你一声宋所？不敢。这次真犯不着您亲自大驾光临，您派人来说一声就行了。秃顶男人慌死了，连忙躬身说道。三伯冷哼一声：“晨儿，这是你宋叔叔，包原区派出所所长，事情经过可以跟他说说。”秃顶男人立即露出笑容：“你瞅瞅，这孩子长得真帅呀，不愧是顾叔，嘿嘿，顾先生的侄子。”我将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说了出来。顾渊开口道：“晚上9点之前，我想在这间病房看到这个叫孙强盛的人出现。”话音刚落，秃头男人连忙转身挥手：“快，去宁国路找人！”后方2个男人立即冲出了病房。放心，晨儿，三伯会给你一个交代的。顾渊随后朝秃顶男人说道：“我聊点家里事，你先到门口待着，喊你再进来。”好的。顾渊这时又看向背带裤叔叔：“三伯，他不用出去，没事的。”随后三伯将目光望向了角落里的顾浩，眼神变得严肃了起来：“顾浩，你干什么吃的？就给你安排个照顾好孩子的任务，你都照顾不好。”三哥，你别生气，我也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啊。三伯，你别生气了，我伤的也不重。对了，三伯，是这个叔叔救了我，补偿一下这个叔叔吧，他生活很苦的。顾渊闻言看向背带裤叔叔，连忙走上前去，准备握手表示感谢。这位先生，多谢了，怎么称呼？看到顾渊刚刚发脾气，背带裤叔叔低着头不太敢说话。三伯，他精神出了问题，没办法正常交流。闻言，顾渊一愣，随后感慨道：“是个可怜人啊。”不过三伯他有家人的，有个女儿，我想向他女儿当面感谢，然后再给一些补偿。是这样的，他家人不来，也不知道他家在哪，给他钱他也没办法拿着带回去。想到这，顾渊朝外面喊道：“小宋！”秃顶男人立即走了进来。顾渊说明了事情后，秃顶男人便开始打量起了背带裤叔叔。有精神残疾的话，或许是本地的某个低保户。顾先生，你放心，很好查的，估计晚上就能把他家人带过来。
说完，秃顶男人立即跑出了病房，我心里终于轻松了些。我挺可怜背带裤叔叔的，可怜这个叔叔的身世，但如果真要说可怜，他女儿或许更可怜。背带裤叔叔以前那么风光，可他女儿却完全没福享受爸爸的风光。3岁时爸爸就破产了，懂事以来便过上穷苦生活，妈妈病逝，哥哥车祸身亡，爸爸傻了。依稀记得大爷说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听着只是同情，但今天背带裤叔叔救了我之后，我就有些心疼了。不幸的男人，苦命的女儿，他们父女俩这些年怎么过来的？晚上7点半，晚自习中，江疏影独自坐在后排的座位上，内心忐忑不安。今天晚饭的时候，她去了65中的校门口，但是没见到爸爸，找了半个小时都没找到。眼瞅着晚自习时间快到了，只能先返回学校。虽然爸爸不一定所有的时间都守在校门口，但是江疏影还是担心，而且顾晨晚自习竟然也没有出现，这很不正常。家长会不可能开这么久的。2件事赶在一块，让江疏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总觉得是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时，班级门口传来声音，班主任刘威领着2个身穿蓝色制服的男人走了进来。江疏影，你出来一下。江疏影心中咯噔一声，看来是真的发生了什么。来到教室外面，江疏影的大脑嗡嗡的，只听见了2名警察跟她说：“跟我们走一趟吧。”她双腿酸软的差点倒地，她很怕再失去什么。她早就厌倦了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她不想再失去什么了。跟着2个叔叔来到车上，江疏影坐在汽车后座发呆，她紧紧抱着怀里的书包，偶尔抬手擦拭着眼角。来到卢城市第1人民医院，江疏影的双脚愈发沉重，她静静地走在2个男人身后。病房里，我面带微笑地看向坐在一旁的背带裤叔叔。就在这时，一名警察走了进来，说道：“他女儿已经带来了，快让她进来吧。”病房的门被打开，江疏影背着粉色书包，一双眼眸通红，泪痕挂在眼角的清丽面孔映入众人眼帘。江疏影抬眸，愣愣地与病床上的少年对视着，顾晨也傻傻地盯着对方。病房里，我心里发抖，我微微低下头，心中一时间涌上来一堆莫名其妙的情绪。我再次鼻头酸酸的抬起脑袋，双眸认真的凝望着病房门口少，脑海中的画面如钝刀子似的插在我的心口。都21世纪了，怎么还会有人家里穷的连个面包都吃不起？最可怜的还是他女儿，发生这种事才这么点大就把自己爸爸照顾得这么好，多难得啊！我已经吃饱了，谢谢你送我这些吃的，真的很感谢。阿姨，我妈妈她来不了，她在天上。对我来说，我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这个世界简直充满了戏剧性。我坐在病床上，笑容苦涩的流着眼泪，我声音酸楚的开口：“江疏影。”只叫出了一个名字，我后面的话却仿佛如鲠在喉。穿着儿科白大褂的苏小雅抬手抹了抹眼泪，顾浩也眼眶红了。在江疏影来之前，我已经将背带裤叔叔的身世转述给了病房里的所有人听。3个伯伯、爸妈听了都十分震惊，除了同情江颂哲，他们更加同情这个故事中的女孩。可是，在看到病房门口出现的女孩是江疏影，是他们夫妻俩极为熟悉的那个女孩后，苏小雅和顾浩实在忍不住了。这个世界还真是命运弄人啊！3伯顾渊有些奇怪的看了眼这病房里的一家3口，不太明白这3人为什么突然间情绪这么大。作为顾家代表，他面色认真的走了过去。小姑娘，江先生是你父亲对吗？江疏影呆呆的收回视线，看着眼前的中年人，他擦掉眼泪，连忙点头：“是我爸爸。”着急坏了吧？你爸爸在65中门口救了我侄子，背着我侄子一路来到了医院，我们很感谢他，这才请派出所帮忙找到了他的家人，也就是你。疏影。正在吃水果的江颂哲透过人群的缝隙看到女儿的身影，开心的连忙站起身。江疏影立即跑了过去，像哄孩子似的抬手摸了摸爸爸的脸颊，脸上露出宽慰的笑容。她温柔地说着：“疏影在呢。”说完，她再次扭头，有些无措地打量着病房里的所有人。江疏影，江叔叔很厉害的，没有他，我今天估计就完蛋了。是啊，小江，你爸爸人真的太好了，特别棒。要不是他，顾晨估计现在还躺马路上。女孩闻言，有些腼腆地笑了笑。这时又听苏小雅声音哽咽地开口：“小江，真的特别感谢你，也感谢你爸爸，你爸爸真的很厉害。”顾渊此时终于看明白了，他开口问道：“原来你们认识啊？”认识的3伯，他叫江疏影，是我同班同学。顾渊愣了下，忍不住感慨：“居然这么巧！”我顺势坐起身，朝江疏影说道：“这是我大伯，这是我2伯。”江疏影闻言，慌忙的朝顾晨的大伯、2伯问好。大伯连忙上前：“别，孩子见外了。”3伯顾渊神情严肃的开口：“你们2个还等什么呢？”老二反应过来，立马从公文包内掏出来2沓红色钞票，一共2万，递给了江疏影。女孩吓了一跳，本能的将双手背在了身后，连忙开口：“我不能要。”怎么不能要？你爸爸救了我亲侄子的命啊！江疏影，让你拿着就拿着，
我的命在你眼里难道就这么不值钱吗？就算是道德绑架，我也希望这女孩把钱收下。江疏影面色焦急地摇头，她回头看了眼爸爸，开口解释道：我爸爸本来就是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他以前就是这样的性格，更何况……说到这，女孩默默看向顾晨，看着即使6年过去，却依旧能在心中与当年的那张面孔进行画面重合的少年。这一刻，她那双漂亮的眸子变得柔和起来。她记得顾晨做过的所有，她一直都记得，爸爸也从未忘过。女孩盯着顾晨，神情真挚地开口：我爸爸愿意救顾晨，是因为对方是顾晨，所以这是一件他即便精神不正常，也会发自本能去做的事情，因为顾晨值得。突然间，我面色恍然，原来自己保护过江叔叔这件事，江疏影早就知道。他初中也在65中，那他莫非就是当年那个学校里的女人？我眸子微缩，深吸口气。二伯，把钱收起来吧。听到少年口中的这句话，女孩看着少年，仿佛解开了心中的一个结似的。她终于笑了，头一次在人前释然地笑了出来。这一次，她终于可以借此机会无所顾忌地说出少年曾给予过的恩情。而我则想到了当年那个头发凌乱的女孩，此刻在我眼前，这两个身影也逐渐重合。可我笑不出来，我心好疼。原来我和江疏影曾经距离这么近，原来6年前，江疏影就站在与我相距5米不到的位置上被霸凌过。如果能重来一次，我绝对会走到当年那个头发又长又乱的女孩身边，开口安慰对方：你别哭了，叔叔很厉害的，他跟正常人没有什么不一样。这句话今天终于在病房里说了，可却迟到了整整6年。一想到这6年间女孩逐渐变得自卑的历程，我的内心五味杂陈。片刻后，我抬头，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似的。二伯，白皙食品的那个2把手叫什么名字？二伯顾璇看了过来，小心地瞧了江疏影一眼，却发现女孩的脸上并没有什么异常。看样子她并不知道爸爸跟白皙食品的关系。也是啊，破产时他才3岁。他叫张志胜，当年是2把手，现在是白皙食品的1把手了。就是他和你手下的分公司竞争是吗？二伯，把分公司给我。顾璇闻言，和大哥默契地笑着对视了眼，有种侄子终于被激励着步入正途的感觉。他宽慰地开口道：好啊，本来就打算给你，但前提是你得考上大学。放心，我一定能考上大学。江疏影听不懂我们在聊什么，但是我的这句一定能考上大学，让他忍不住弯起了嘴角。对了，像是想起了什么，让顾璇开口道：张志胜有个儿子，就在卢城7中上学，高2还是高3来着，叫张一飞，你有听说过吗？没有，我以前从不关注这些。但是现在我可要好好关注了。就在这时，有人敲了敲门，顾渊扭头发现是自己的秘书。青年秘书走了进来，在顾渊的耳边低语了几句。顾渊点头看向这边，人带来了。我下意识蹙眉，朝爸妈喊道：爸妈，你们先带着江疏影和江叔叔下楼吃晚饭吧。顾浩立即会议。好。众人离开后1分钟左右，秃顶所长率先走进了病房，紧接着一个青年被带了进来，身后跟着2个男人。顾渊坐在凳子上，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他微微摆了摆手，2名男人立马就知道意思，连忙去门口候着。绿毛跪在地上，颤颤巍巍抬起了脑袋。我这才发现他此刻一副鼻青脸肿的模样。孙强胜看了眼病床上的顾晨，此刻眼中再无嚣张的表现，反倒是卑微的干笑了2声，然后继续打量着其他人。这病房里的3个中年人身上所散发的气质让他不寒而栗，这是一种阶级不同的气质，说不清楚，却能让他清晰地感觉到身份差距。尤其是坐在正前方，正面无表情地打量着他的男人，看着男人身上的黑色夹克，孙强胜心死地咽了下口水，缓缓垂下脑袋。来之前揍他的人已经清楚地告诉了他这次惹到了什么级别的人。顾渊开口：年轻人离得太远了，过来点。孙强胜愣了下，犹豫几秒钟，连忙用膝盖在地上挪着靠近。他抬头朝陆渊卑微地笑着，顾渊没看他，这时反倒是训斥着秃顶男人：谁让你们打他的？秃顶男人做贼心虚，有些哑言。孙强胜却连忙摆摆手：没人打我，我自己摔的，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顾渊这才将视线放在了他的身上，轻轻地嗤笑了下：听说你在那个什么路上很有名？没有名，都是我湖州的。小伙子，太有名了可不好啊，会吃亏的。明白了，这次我真的明白了，下次再也不敢了。下次不用到下次，这一次就够了。小宋，查一下那条路上所有能跟他牵扯到关系的人、店铺，再查一下他的过往交易记录，总感觉能查到不少。靠着在一条路上出名，就能肆无忌惮的动手打人，不会有人保着吧？秃顶男人擦了擦汗，立即点头：好的。听到这，孙强胜面色绝望：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顾渊却仿佛没听到似的，继续道：再查一下他的家人、亲戚、朋友在近期的资金流水记录，他犯了事，亲近的人也得配合调查。我想这本就是正常流程。秃顶男人再次点头：好的。小伙子，做错事了就得道歉，先道个歉吧。孙强胜连忙抬头，膝盖挪到了顾晨的床边：陈哥，对不起，陈哥，我错了。陈哥，你原谅我，一定要原谅我，是我不懂事，我应该早点认出你的。
我没理会，扭过头去朝三伯道：三伯，我记得他说过，他不想在泸城生存了，让我帮这个忙。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能帮的忙我一定帮。孙强盛抬头，双眸恐惧地盯着我，想到了自己白天说过的话语，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小宋，带走吧，公事公办，不要掺杂任何私人情绪在里面，知道吗？明白，明白。人带走后，顾渊摸了摸我的脑袋，真是个笑话。我的侄子还没人能欺负呢。行，我也该走了，好好养伤。好嘞，三伯，路上慢点。月考表现不错，但我要的不仅仅是你这次月考成绩进步，这一点知道吗？明白。这个老三啊，强势得很。现在除了家里的老太太，估计也没人能压得住他了。三伯一走，二伯就不满地嘀咕了起来：别废话，没了老三，我们很多事情上能这么便利吗？两个中年人心照不宣地对视一眼，随后同时看向侄子：晨儿，我们也走了，改天抽时间再来看你，别忘了咱俩的约定，拿你的本科录取通知书换分公司。待那二人走后，我才缓缓收回视线。张志胜，你知道你亲手把一个家庭推进了深渊吗？如果背带裤叔叔没有被算计，他现在依然会是白皙食品公司的大老板，并且能凭着正宗的白皙方便面把公司越做越火。江疏影的妈妈也不会没钱治病，江疏影的哥哥或许也不会在中考的那天晚上出去。最后，如果背带裤叔叔没有被算计，江疏影就会有一个神智正常的爸爸，也会成为货真价实的白天鹅，而不是自卑的丑小鸭。晚上，顾浩吃完晚饭走了进来。你妈带着他们父女俩在街上逛着呢，顺便给小江做思想工作，劝他国庆节跟我们出去玩玩。行啊，这个时候的确是个劝他的好时机，同意的概率很大。还有件事，小江虽然没收钱，但是他爸爸帮了咱们就得上门道谢，这是规矩也是常理。你出院那天买点肉，买点礼品到他家去，现在我们两家已经算是差不多知根知底了。上门做客这件事，想必他不会过度介意的。到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去。我点点头，正有此意。之前没办法去江疏影的家，是因为不清楚她家的情况，如今情况基本都知道，想必女孩也没了起初那么强的心防了。对了吧，让江疏影和江叔叔今天留在病房休息吧，这么晚了还这么远，别让他们自己回家了。你送他们回家也不好，会让他不自在的。你能想到我想不到吗？我已经跟他说了，他也同意了。还有什么叫我送他们回家？小江会觉得不自在。你是认为他更相信你这个小混混是吗？那当然，在他心里，我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之一，而这个之一只包括2个人，另一个是他爸。我笑而不语，有些得意。9点半左右，顾浩回去看超市了。病房里只剩下江疏影父女2人和躺在病床上的顾晨。江颂哲此刻正躺在看护床上睡了，江疏影则安静地坐在桌边写着作业。我没打扰他，躺在床上看着手机。我突然感受到床边传来动静，扭头一看，发现江疏影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床边。我操，你走路怎么没声音啊？嘘。他示意了下看护床上躺着的爸爸，小脸认真地说道：别把他吵醒了，很难哄的。其实我也挺难哄的。女孩默默地看着我，声音轻轻地问着：你是怎么受伤的？说完抬手伸了过来，她动作很轻很柔地抚摸着我脑袋上受伤的地方，被摸得有点舒服。我突然不太想说话。怎么受伤的？怎么受伤的？摔的，耍帅翻越栏杆。江疏影本来还挺难过，听到这个没忍住笑了出来。时间不早了，咱们睡觉吧。你先睡吧，我待会儿在那边桌子上趴着就行了。我这儿还有位置，咱俩挤一挤呗，将就一晚上。江疏影低头看了眼床，又抬眸看了眼少年，眼神变了，耳垂也不自觉地红了。她立即摇头，同时害羞且拘谨地缩着胳膊。不，我喜欢趴着睡觉。第二天，我醒来，看着窗外的大太阳，江疏影已经上学去了。就在这时，病房门口出现一道身影，陈哥，曹爽竟然来了。他剪掉了自己的斜刘海。曹爽，你今天不上课？我听到你住院的事情，就逃课过来看看你，怎么样？严重吗？不严重，几天就能出院。我坐起身，正好心里有个事想问问。曹爽，你知道我们学校有个叫张逸飞的人吗？知道啊，高2的，他可是篮球校队队长。听说这次国庆节后的校内篮球赛，他也会代表班级参加。他打篮球特别厉害，听说他还会扣篮。学校里会扣篮的人那都是神，我特别崇拜张逸飞。我跟他爸有仇。妈的，那我下次我找人揍死他。陈哥，你也参加篮球赛吗？我点头，嘴角露出淡淡的笑容。张志胜的儿子既然都参加了，我不参加怎么行？而且会扣篮的不止他一个，还有重生的我。陶爽，等毕业之后，
我大伯可能给你安排不了工作了。曹爽闻言一愣，呆呆地看着我，有些失落的点点头。啊，好，没事儿。嗨，我就说嘛，我这样的人除了打架啥也不会。我的意思是，等毕业，我二伯伯会把分公司给我，你到时候直接跟着我干就行。我笑着拍了拍曹爽的肩膀，想啥呢你？什么叫你这样的？你又不差。陈哥，你吓我一跳，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放心，以后有我一口饭吃，就绝对少不了你的。不，我吃半口就行。曹爽人不错，只是缺个引路人。这小子也是为了给妈妈攒医药费，才在学校里接了那种活。这些事情我高中的时候就知道，只不过以前的我有很多细节都意识不到。也许这样的我就该重来一世。10月1日，国庆假期第一天早上7、8点钟，我从病床上醒来，耳畔传来一阵吱扭吱扭的声响。我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这才看到江疏影正在病房里走来走去。女孩见我醒来，连忙直起身子。顾叔叔说，我这几天的上班地点暂时从超市换成医院，让我照顾你一整天，还给我管饭。说到管饭2个字的时候，他的声音又细又小，像是有点不好意思。我这时听到别的动静，往旁边看去，这才看到江叔叔正坐在桌子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早餐包子。江疏影连忙解释，我爸爸吃的是我那份。我望着他，视线触碰，女孩默默低头，不敢对视。我走下床，看着眼前买好的包子稀饭，随手拿了个包子，一边说道，既然管饭，那就是你们2个人的饭都管，用不着吃一份。江疏影扭头看了我一眼，随后拿起勺子一勺勺地喂着爸爸喝米粥。我看着眼前这一幕，突然感觉包子不香了。我也要。你要干嘛？女孩小声地明知故问。你不是来照顾我的吗？难道想白领工资？女孩耳垂一红，放下爸爸的饭，拿起我的勺子喂我喝米粥。一旁的江颂哲傻呆呆地看着这一幕，他连忙看向女儿，争宠似的张嘴，我要喝，我要喝。江疏影又迅速放下顾晨的米粥，拿起爸爸的粥喂爸爸。我要，我还要。江疏影忍无可忍，你自己喝，我要喂我爸爸，不管你自己能动手的，偏偏要我喂，你故意的。我擦，劳动人民站起来了！我撇撇嘴，内心却发出桀桀桀的笑声。时间来到中午，顾以东狗狗碎碎的出现在那里，小脸严肃地打量着病房里面的场景。干嘛呢？妈妈不在吧？顾以东小心翼翼地问着，慢慢走了进来，见到病房里确实没有苏小雅的身影，他终于松了口气。吓死我了，我以为今天过来会碰到她呢。顾以东倒数第一的事情已经暴露了，也就是苏小雅这2天实在忙，所以没来得及教训她。顾浩是不舍得打她的。英姐姐，顾以东蹦跶着跑了过来，可可爱爱地站在江疏影的面前。当听说了背带裤叔叔救了哥哥以后，顾以东那是趾高气昂啊，仿佛自己推的偶像终于出席了似的。他认同的背带裤叔叔也终于证明了自己的善良。而且那天从爸爸口中得知背带裤叔叔以及莹姐姐的身世后，顾以东也哭了。昨天就迫不及待地跑去超市见了江疏影。他今天过来的目的就是找背带裤叔叔玩，顺便给他买好吃的。东东好。江疏影2只手拘紧地放在身前，轻轻朝小萝莉点头微笑。姐姐你太内向了，我哥就喜欢欺负你这样的人，他很不要脸的。江疏影干笑着，不知道该说什么。相比于被顾晨欺负，他更不适应和顾以东这个才只见过一面的人交流，而且对方还有点热情。哎，妈，你咋来了？我突然望着门口，小萝莉面色巨变，炸了毛似的迅速狂奔到我身后。哥哥救我！可结果探出脑袋朝前望去，门口却是空无一人。莹姐姐，你看，顾晨就这么贱，简直贱死了！天下无敌第一剑！你到底来干嘛的？来找江叔叔玩的。那就赶紧带着他出去玩啊，要不然等会儿妈真来了。仿佛是觉得哥哥说的有道理，顾以东立即走过去拽着江颂哲。叔叔，咱们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去。好吃的，好吃的。江颂哲嚷嚷着，朝女儿露出笑容。江疏影也笑着上前一步，目送着他离开病房。此刻空荡的病房里只剩下2人。我看向女孩被发丝遮挡的精致侧脸，我知道江疏影跟顾以东不熟，相处同一空间的话就会不自在。一般面对不熟的陌生人，江疏影都会以清清冷冷的表现回应，但清冷的表现不能对顾晨的家人，所以他只能不自在。国庆节出去玩玩应该会好些，江疏影需要渐渐接触除了我以外的人。我在心里想着，我走到桌旁，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诧异地打量着笔记本上宛若印刷出来一般标准的娟秀笔记。哟，抄了这么多了。就差3本了。江疏影低头看了眼被我霸占着的椅子，似乎是察觉到了女孩的视线，我往旁边挪了挪。这又没别的椅子，咱俩一起坐吧。你不是喜欢听，我知道吗？我昨天特意下载手机了，听不听？一起。江疏影双眸一亮，她很少有听歌的机会，而且她确实喜欢听 By2 的，我知道。看了眼凳子，犹豫了1、2秒，女孩便坐了下来。可我挤在一张椅子，小手搭在紧并的膝盖上，熟悉的旋律同时传进了2个人的耳朵里。在听到音乐的那一刻，江疏影的睫毛轻颤了下。少女悄悄抬眸，打量着少年的侧脸，漂亮的眸子看得认真且深情。安静的病房里，耳机里响彻青春。一张椅子承载着2人的重量，一首歌曲装载着少年对少女之前的愧疚，也装载着少女一直独自喜欢少年的向往。如果青春有颜色，对江疏影来说，一定不是单一色调，而是光影交织的渐变色舞，既纯净又朦胧，既炽热又忧伤。即使到最后还微笑，只要我加油，完整幸福的梦。
爷爷看你来了。钟景成的声音突然响起，江疏影手忙脚乱的起身，她背对着房门的方向，不知道要往哪走。她只知道自己待不下去了，如果有条缝的话，倒是很想钻一钻。郑一峰、钟景成、高强三个人身体僵硬在病房门口，他们的目光看着顾晨，又看着背朝这边的江疏影。你俩干嘛呢？江同学帮我补习呢，我这几天不是住院没听课吗？话说你们来干什么？来看你啊！听班主任说你路边猥亵泰迪，被主人打了。我去找我爸爸了。江疏影低着头走向病房门口，郑一峰瞥了眼女孩的背影，微微翘起嘴角，露出一副了然的神情。我告诉你顾晨，这个果篮我出了20块，高强只出10块，郑一峰1毛钱没出，他啥功劳也没。你们来看我就已经很意外了。对了，顾晨，这次的篮球赛你参不参加？我们班的队伍里都有谁？我、郑一芬、钟景晨、王浩然，现在5人队伍就差一个你了，而且你会扣篮啊，哥，这次真得参加，求你了。我本来就打算参加。大家都意外地看着我，看我干嘛？因为你以前参加这些活动一向不积极，不管是运动会还是篮球赛，这学期一反常态。10月5号，我昨天就出院了，在家休息了一晚。今天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走到客厅的镜子前面，看着帅气的自己，颇为满意。顾浩叮嘱道：“买点平常的见面礼就行，越便宜越好，别太夸张。你要夸张了，小江绝对不收。”今天是我带着礼物上门感谢他们父女的日子。听着老登的叮嘱，我疑惑：便宜的到哪儿买？我没买过便宜的。半小时后，我闪现到青年路菜市场，耳畔是一阵喧闹的叫卖声，甚至还有鸡叫。我回头瞥了眼，发现笼子里关了一群哥哥。你好，来一只最便宜的鸡。你好，来块最便宜的五花肉。你好，来箱最便宜的牛奶。你好。我提着大包小包，虽然买的都是最便宜的，但买的数量有点多，一不小心就没控制住花钱的欲望。来到了马路边上，我拨通了电话。喂，我来到桂花巷口了，你啥时候出来接我？等一等，我在买东西，等我买完就到那里找你。行呢，他竟然也在卖东西。昨天晚上出院的时候，我跟江疏影说了今天要为江叔叔救人这件事来上门做客。女孩的确犹豫了会，但最终还是昂起脑袋，微笑着点头。那一刻我便清楚了，江疏影的课对我是开放的。超市里，少女推着购物车，购物车里面是一堆肉和蔬菜。买完了肉菜，她低声念叨着：酱油10块、14、17，要一瓶最贵的酱油，最贵的料酒，最贵的生抽，最贵的鸡精。江疏影没有肉疼，全都选择了所有调味品中最贵的那一款。这并不是她有钱，也不是最贵的调味品做出来的饭菜就一定会有所不同，而是少年来做客这件事，对她来说仿佛是这辈子都不可能发生的。江疏影从没敢幻想过，但还是发生了。她要尽自己所能的做一顿让顾晨吃了后会笑的饭菜，因为顾晨是世界上除了爸爸以外最好的那个人。马路边，我左顾右盼也没看到江疏影的身影。江疏影怎么还没来？等死我了！等他来了，老子一定要打屁股，打2瓣，狠狠打，以解心头之恨。这时我突然听到旁边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扭头看去，这才看到女孩双手提着一个大大的购物袋，表情十分吃力的来到了路口。我连忙从江疏影的手上接过了购物袋，女孩腾出双手，不好意思的看向我。对不起，让你等久了。没事。看到江疏影，我啥气也消了，但是却诧异着她居然去买了这么多东西。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你不也是吗？因为……江疏影挠了挠头，局促的开口：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待会儿你看一下，你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2人同行着穿过马路，走进桂花巷的巷子口。江疏影还想帮我提着东西，结果被我呵斥着缩回了小手。就这小嫩手还提着这么重的玩意儿，你不心疼我都心疼。跟着少女走上一个陡峭的楼梯，江疏影时不时回头向后看去，像是怕我会踩空似的。我抬头，冷不丁的看到了少女裙子下的浑圆屁股。女孩就是单纯，上楼的时候不会捂屁股，要是在学校里，只要后面有人，男生们上楼的时候恨不得把钢盔焊在屁股上。来到2楼，我突然瞧见旁边一户房的门口正站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此刻她正在门口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我。这谁呀？小江，朋友吗？对，她是我朋友丽丽姐。你的灶台今天中午可以借我用一下吗？江疏影竟然朝着女人笑着回应，这让我有些意外。用呗。哟，买这么多东西呢，我中午能去你那儿吃吗？江疏影微微张口，没回应，默默看向我，似乎是猜到了女孩的心思。女人咯咯笑着，逗你的呢，你们自己吃。江疏影抿起小嘴，羞涩的点点头。我有点诧异，江疏影居然会朝这个女人笑，看样子她和这个女人的关系还不错。进了门，女孩轻轻耸了耸鼻子，确认了下屋里没什么异味后，这才面色忐忑的抬眸看向我。这就是我家。江叔叔此刻正躺在外面的床上四仰八叉的睡觉，屋子的正中间被一面大大的帘子隔断。我猜测帘子里面就是江疏影的卧室。女孩站在门口低头，露出窘迫的表情。我能到里面看看吗？江疏影轻轻点头，走进房间。我脚步顿住，因为帘子后面的卧室比我想象的要好看许多。里面有一张床，床上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我感觉到身后传来动静，扭头看去，发现江疏影跟了上来。女孩在身前攥着小手，面色拘谨地瞧了我一眼，站在旁边没说话。我走到床边坐下，床板硬了个屁股。我没说什么，而是扭头打量着床头上方的墙壁上那挂着的一个个相框。那是爸爸妈妈以前的，还有我哥哥顾晨，我妈妈和我哥哥。
你的事情其实我有次偶然在65中的门口听一个环卫工大爷说了，只不过那时候不知道是你。你知道你爸爸以前是大老板吗？有听说过，但我爸爸不怎么提以前的事。不知道这个丫头有没有吃过白皙方便面？总在超市里见过吧？擦肩而过时，他知道那是他爸爸的心血吗？看着这些照片，我忍不住回头问道：你的其他亲戚呢？没找过你吗？我爸爸妈妈从小是在福利院认识的，一起长大、上学、结婚，然后有了我跟哥哥。我愣了下，原来他爸妈都是孤儿，怪不得少女一个人抗下了所有。过程中一直没有亲朋好友出手帮忙。我继续回头，这时看到了墙壁上最显眼的一张照片。你哥哥叫什么名字？江若安。这名字好听啊！做饭吧，我饿了。闻言，江疏影立即转身来到外面，将一大包东西都提了过来。你先看看你想吃什么，什么搭配什么。我都可以呀，我又不挑食。那我去做饭。我跟着走了出去，见江疏影在一个很简易的灶台处开始忙碌着。小江长得好看吗？好看啊。你喜欢他？相处久了，有谁会不喜欢他吗？你不喜欢？我说的是那种喜欢男女之间的。你个臭弟弟还跟我绕！我们一个学校的，他爸爸碰巧救了我，所以我带着礼物上门感谢。听到一个学校的这5个字后，他的眉眼也稍微放松了些。作为女性，还是那个职业的，她很清楚，江疏影这样的清纯女孩最招男人喜欢了。遇到极端一点的，可能不管使用什么手段都要得到。小江挺不容易的，按他那性格，能把你带到自己家，说明很信任你。记得多带他出去玩玩。明天下午就带他出去玩了，他也答应了。听到这，丽丽很是诧异地打量了我一眼。小江不会是喜欢你吧？那你问他，别问我啊。我撇撇嘴，作为少有的能摸清江疏影性格的人，我当然清楚女人诧异的地方在哪。江疏影不可能轻易带人到自己家里，也不会轻易跟人出去玩，但我全能做到。丽丽自然会感觉诧异。我一直住在这儿10来年了，小江是后来才带着他爸爸搬过来的。当时看到他们父女俩，我都傻了，我都在想这一大一小2个人怎么活下来。他们原来不住这儿？不住这儿啊，我也不知道他们之前住在哪里，说是因为每个月的低保付不起原来的房租了，所以才搬来了这。说到这，张丽凑近我，小声笑着。小江第一次来世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人在路边捡着瓶子呢，屁股上全是血，还是我看到了，赶紧把他拉回家，教会他怎么用卫生巾。听到这，我顿时肃然起敬。丽姐，你人真好。小江其实原来挺开朗的，上了初中以后话就越来越少，身上还经常有伤。有时候我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性子越来越冷淡。不过确实也越来越自立了，把他爸照顾得干干净净的，自己也干干净净的。张丽不知道具体情况，我知道到了初中就是江疏影养成自卑性格的开始。不过我挺庆幸的，江疏影能有这么好的一个邻居姐姐。虽说张丽看起来不正经，但为人真的不错。丽姐，待会儿一起吃呗。不了，我得补个觉，还得上晚班呢。时值中午，饭菜终于做好，小房间里我们围绕在桌前。这卖相也太好了点吧。江疏影腼腆地笑了笑，一边夹着菜喂爸爸，一边观察着顾晨，似乎是在等我品尝。我开始吃了起来，表情瞬间一亮。好吃，好吃到忍不住想要舞蹈起来。听到评价，女孩开心极了，笑着弯起眼眸，露出可爱的表情。江颂哲也高兴地跺脚，好吃。嘘。江疏影连忙朝爸爸竖起食指，提醒道：小声点，丽丽姐在午休。丽姐做什么工作的？不清楚，我只知道她在 KTV 每天都半夜喝得很醉回来。我点点头，明白了。你也吃啊，别光喂你爸爸，你爸爸会用筷子的，我在医院里就见他用过。我爸爸自己吃会不老实，他会用筷子到处乱夹，菜都会拨到盘子外面。那咋了？我又不介意，这本来就是你家，他就算筷子夹到我脸上，我也不介意。你们2个赶快一起吃，这算什么样子啊？让我一个人坐在这干吃。江疏影微微抿着小嘴，妥协道：好吧。3分钟后，江叔叔全神贯注地盯着我的鼻子，好像在盯着什么珍馐美味。我勒个豆，我就说而已，说你别真夹啊。江疏影见状连忙上前制止，并表情严肃地呵斥道：不能这样。江叔叔怯怯地看了女儿一眼，乖乖地坐回到了自己的凳子上，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疏影不生气。他低着头，语气稚嫩地发出请求。江疏影这次没理会爸爸，坐在那瞪他。我傻愣愣地看着父女俩，没上前当和事佬，因为我突然间觉得江疏影瞪人的样子好可爱，腮帮子粉嘟嘟的。原来他只有瞪我的时候不可爱，在我眼前瞪别人的话还是挺养眼的。下次不能这样了，知道吗？我当即抬手啊，知道了，下次再也不敢了。听到少年回答，江疏影诧异地望来。我不是跟你说。我知道，别凶叔叔了，他分不清对错，就是想夹一下我鼻子而已，伤不了，又不是夹我眼睛。刚说完，我像是意识到了什么，条件反射的抬手挡住眼睛，生怕再次言出法随。不过还好这次江叔叔动都没动。吃完饭，江疏影去了外面的走廊上洗碗，我则坐在床边和江叔叔说着话。说，看我，这是几？这不是鸡，这是鸭。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数一数，
听着这稚嫩的儿歌，我默默吐出口气，将手指放了下来。之前不知道背带裤叔叔是谁的家人，看他这傻傻的样子，只觉得呆萌可爱。可知道他是江疏影的爸爸后，我心里只觉得发愁。江疏影作为女儿，这些年来反倒把爸爸当孩子养。正思绪怅然间，江叔叔唱歌的声音突然间毫无预兆的停了，他好像一瞬间恢复了正常，表情恢复了一个中年人应该有的成熟模样。江叔叔盯着空气，认真的凝望着，随后缓缓开口，音色却没了之前的稚嫩。老郑啊，我女儿才是挽救白皙品牌的唯一希望。老郑啊，我女儿才是挽救白皙品牌的唯一希望。我一愣，听到这句话，瞬间正色了起来。我先是回头看了眼，确认自己身后并没有人，然后看向江叔叔。叔，你刚刚说啥？叔，你恢复正常了吗？江叔叔身体晃动了几下，随后扭头看向我，脸上却很快恢复了笑容。快来数一数，2、4、6、7、8，咕嘎咕嘎，真呀真多呀！我叹了口气，叔叔看来又变得神志不清了，或者说他刚刚也一样神志不清，只是发生了某种回光返照，说出了自己发疯前心里十分在意的一句话。老郑是谁？江疏影为什么是挽救白皙品牌的希望？难道江疏影也知道那所谓的秘密配方？我感觉脑子有点炸，正思索着，江疏影甩干手上的水，走进了门。你爸爸是不是会偶尔表情很严肃地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江疏影一愣，点点头。他都说什么？也没什么，很乱，没什么重点的内容。他一直这样的，说的话没有逻辑性的。女孩将小手放在身前，认真的回答。你有没有吃过白皙方便面？江疏影摇头，他竟然没吃过这个几乎家喻户晓的方便面。接手了二伯的分公司后，倘若顾氏方便面掌握了白皙方便面的秘密配方，就能从根本上打败白皙食品公司。眼下就是不清楚江叔叔刚刚那样到底是在胡言乱语，还是真的回光返照。我暂时先将这件事抛到了脑后。明天下午别忘了，我来桂花巷口接你。女孩轻轻点头。我看你床头的那些照片，没有一张是你现在的，这怎么能行呢？不留下一张自己17岁时的照片，以后回想起来岂不是很遗憾？江疏影缓缓点头，随后尴尬地笑了笑。她哪有拍照的机会？明天出去玩，我会带着相机给你拍漂漂亮亮的照片。明天记得要多笑，这样拍出来才会好看。听到要拍照，江疏影抬起小脸，面色拘谨而又忐忑。拍照吗？我走了，明天见。明天见。我出了房屋，下了2楼，离开小院，走在巷子里。我回过头，这才发现江疏影跟了出来。女孩站在小院门旁望着我，见我转身，女孩便抬起小手，轻轻挥着送别，脸上露出腼腆的笑容。回去吧。我摆摆手，往前又走出挺远一段距离后，回头发现江疏影还站在院门口。行吧，她可能要看着我出巷子才肯回去。我想到这，忍不住笑了笑，没再赶对方。少女虽身处陋巷，却依旧以所能给出的最大礼仪招待客人。对我来说，她就像泥沼里的一束光，而我永远会迎着光的方向前进。送别了顾晨后，江疏影踩着阶梯回到2楼。她在张丽的房门口站了站，犹豫片刻后又返回到自己房屋。待在家里，别出去。女孩叮嘱了一句，然后来到自己的卧室。后方传来爸爸的声音：不出去，要跟疏影在一块。时间一点点过去，女孩拿出手机看了眼时间，确定丽丽姐应该醒了之后，这才走出房门。她敲响了张丽的房门，里面传来动静。咋了，小夏？打扰了，丽丽姐。我想，我可不可以跟你借一件衣服，明天穿，后天洗干净了再还你？女孩拘谨的在身前抱着小手，有些忐忑的等待着对方的回答。当然可以，我衣服多得很，你喜欢哪个随便挑。谢谢你，丽丽姐。谢啥啊？都认识这么久了。张丽笑着，突然她转身看向江疏影，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想了想，算了，还是不问了。她想问江疏影是不是真的喜欢那个男孩，不仅将他领回家，还跟他出去玩，也会想着穿漂亮的衣服。虽说这对小女生来说也挺正常的，但让这个自尊心挺强的丫头肯开口过来借衣服，倒是挺难得。张丽深吸口气，轻轻摇头叹息一声。她觉得江疏影跟她不一样，像江疏影这种纯净的小白花，成绩还这么好，长得还这么漂亮，应该过上更好的生活才对。可是她却跟自己一样身处泥潭，每天嗅着小作坊散发的异味，每天忍受着脏乱巷子的拥挤和凌乱，甚至连厕所都是公用的。老天爷真不公平啊！10月6日，我来到了桂花巷口对面的马路旁，本是随意一瞥，可这一刹那我愣住。一个身穿连衣裙的女孩走到了马路对面，她头发散在身后，脑袋上方戴着一枚粉色发卡，微风拂过，将她的发丝与裙摆一同吹得往左侧偏去。清纯女孩在身前攥着小手，隔着一条马路对顾晨腼腆地笑着。江疏影走了过来，直至女孩来到身边，我还没回过神来，嗅着近在咫尺的女子清香，我干笑了2声。今天这么漂亮啊！女孩羞涩地低头笑着。走吧，我先带你去找我爸妈他们。和顾浩等人会合后，江疏影看着眼前的奥迪车，再次愣了愣。原来顾晨家里不止一辆车，这次顾浩开车，苏小雅坐在副驾驶，后座从左往右分别是顾以东、顾晨、江疏影。江疏影不好意思地抬起脑袋，发现苏小雅还在前排回头朝她笑着，笑容很热情。妈，你干嘛呢？
把人家都看得不好意思了。苏小雅毫不吝啬的夸奖，小江今天真漂亮。谢谢阿姨。顾以东大大咧咧的声音也传了过来。本来就是，尹姐姐是我见过最漂亮的人了。听到妹妹夸奖，江疏影又连忙探出脑袋，视线掠过中间的顾晨，小声回应：谢谢。为什么他们夸你？你说谢谢。我刚刚夸你好看的时候，你连声谢谢都不说，就在那儿干笑。闻言，江疏影小脸一愣，我却已经将凶神恶煞的面庞逼近她秀气的耳朵。说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不满啊？少年的脑袋依旧在咄咄逼人的靠近，江疏影只能将小手收在身前，神情窘迫的往车内侧缩去，脸颊红红的低头，一副经常被欺负的无助模样。眼瞅着顾晨快把自己的漂亮小媳妇逼成角落里的一小团了，苏小雅连忙拿起晾衣架敲在儿子头上。干嘛呢？别欺负他！我靠，怎么车里还有晾衣架？专门放一个收拾你的，这不就用到了？苏小雅像是想起了什么，连忙将晾衣架递到了江疏影的小手里。小江，以后他再欺负你，你就用晾衣架打他。顾晨在家里最怕晾衣架了，那还不是我训出来的？我没好气地看向老登，这件事有什么好得意的吗？你一个老逼灯！我收回视线，看向江疏影手中的晾衣架。江疏影也默默抬眸看着我。小江，他刚刚就欺负你了，你打回去。你现在不反抗，这混蛋以后受欺负的日子那可就多了。见江疏影迟迟没下手，旁边看戏的顾以东急死，仿佛让他终于找到了个机会似的。妈，我力气大，把这次的权利赐给我吧。关你什么事？力气大以后搬砖去，给我老实坐好。阿姨，他没欺负我，顾晨对我很好的，我不打他。这丫头真好，谁能不爱啊？听到这句话，苏小雅则仿佛进入了某种激动兴奋状态，她攥着拳头，转过身在老公的肩膀上猛捶了好几拳。干嘛呢？干嘛呢？开车呢？没多久，奥迪车就停在了游乐场的门口。我拿出相机向女孩问道：待会儿想玩哪个？一会儿给你拍几张照。江疏影站在大门口，抬头望了眼高高的摩天轮，有些意外。她没想到是来游乐场。对于游乐场的印象，江疏影的记忆中只有一个昂贵的标签，而且是很久远的记忆了。那时哥哥还在，爸爸也没疯。女孩为难的张口：今天相当于公司团建，领导自费带员工出来游玩，这不很正常吗？想玩哪个玩哪个，咱们都玩，又不止你一个人。江疏影拘谨的笑笑：我都行。都行是吧？我不怀好意的笑了笑。布浩停好车后，一家五口走进了游乐园。啊，你这到底哪年的老古董？今天要是拍不了照，我会爆炸的，你信吗？布浩拿着七匹狼走了过来，相比晾衣架，他还是觉得七匹狼抽起来顺手。我当即咽了下口水，干笑两声，过分了哈！进游乐园还带这玩意儿，你他妈无时无刻不混蛋！布浩骂完低头看了眼，这相机确实买了好几年了。我来看看，废物，给我把皮带拿好。我接过皮带，随手丢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然后旁若无事地走向江疏影。凭什么你们可以牵手，我就不行？我不开心了，我也要。我撅着嘴，像个巨婴似的将手轻轻碰向江疏影另一侧的胳膊，等待被牵。女孩有了抬手的意思，顾以东却蹙眉：顾晨，你个大变态！你想干什么？殷姐姐，别理他，顾晨就是个变态。我扯了下嘴角，这妹妹我也想给她丢去垃圾桶里。顾以东这家伙嗷嗷着要坐旋转木马，我们一行人来到了旋转木马处。此时身着一袭连衣裙的江疏影站在那，神色怔怔地望着旋转木马。她看着顾以东欢呼雀跃的背影，自己的记忆仿佛被瞬间拉回到了某个午后。爸爸，骑大马，我要骑大马。今天是疏影的5岁生日，一家4口刚刚在医院的病床上吃完蛋糕。江颂哲看向售票厅，上面写着票价5元一张，2个人就是10块。他拿出零碎钱，稍稍翻看了眼，表情似乎有些为难。爸，我们家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省点钱吧，让疏影一个人坐，她从没做过，我以前做过，我知道感觉。年仅10岁的儿子站在旁边，像个小大人似的懂事的说道。江颂哲扭头看到江若安正面带微笑的望着妹妹的背影，眼神中满是宠溺。爸爸，骑大马，骑大马。1998年9月19日，今天疏影很开心，刚刚许完了一个妈妈的病能快点痊愈的生日愿望。下午，爸爸和哥哥就带我来游乐场了，旋转木马看样子很好玩，我想跟哥哥一起坐，可是妈妈生病来不了，我多么希望妈妈也在这样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都在一起了。妈妈，你不要走，我不让你生病，你不要离开我们。疏影听话，疏影不要新衣服，不要新书包，疏影只想要妈妈跟我们在一起。傻孩子，妈妈只是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守护你们，妈妈会永远跟你们在一起。疏影、颂哲、若安，我好舍不得你们啊，你们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いは違う私でいたい孤独を背負い心に自らかけた限り何か失い得ることに怯える私たどる雫の後本当の私の笑顔があることそれだけが私の妈的，这逼玩意儿终于弄好了，下次买个新的算了。老子有钱受这窝囊气干嘛？顾浩调试好相机，逼逼赖赖的塞到了我的怀里。你拍照技术行不？要不我给小江拍？那不行，必须得我来拍。你跟东东一起做吧，我给你拍照。我一边看着相机，一边说道。说完没听到女孩回应，我抬头发现江疏影正盯着旋转木马，怔怔出神。江疏影啊！女孩回过神来，扭头看向我，脸上露出一抹笑容。发什么呆呢？出来就好好玩，别想其他事儿。女孩点点头。这时苏小雅拿了4张票过来，顾以东小手神速的抢过去了1张。苏小雅瞪了这丫头一眼，这才走到江疏影身边。来，小江，拿着。谢谢阿姨。江疏影面色拘谨的接过门票，这时她的视线不自觉的往售票厅的方向望了过去。15元1张。再偷看价格我就生气了，知道不？江疏影听话的点头。姐姐跟我来。顾以东拉着江疏影的手，坐在相邻的2只木马上。你们2个看镜头。姐姐，你自然点就行，自然点拍出来才好看。你平时怎么看哥哥的，待会儿就怎么看过去。镜头定格，画面中江疏影坐得笔直，朝镜头腼腆的笑着，旁边的顾以东则歪着脑袋，闭上1只眼睛，可爱的比划剪刀手。结束后，2人结伴走了出来。苏小雅晃了晃手中还剩下的2张票，还有谁想做吗？我反正是不做这玩意儿的。江疏影摇头，顾以东也摆摆手，做第2遍就没意思了。那总不能浪费啊。江疏影看向了我，苏小雅也看向顾浩，顾浩一愣，诧异的指着自己：啥？你让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去做那玩意儿？我拿着相机，嫌弃的缩脖子，太幼稚了，我5岁就不碰了。画面一转，顾浩和顾晨父子俩一人骑一条战马，一个笑得跟孩子似的，一个表情严肃的手指前方，宛若驰骋沙场的年轻将军。苏小雅和顾以东表情僵硬，尴尬的迅速转身离去。丢死人了！结束了旋转木马，顾浩表情尴尬的抬起右手掩着面庞，小声问着儿子：那个，我刚刚笑得很大声吗？我鄙夷的看着老登，多大人了，还跟小屁孩似的。一行5人朝着摩天轮的方向走去，江疏影一路紧紧跟在我的身旁，生怕落下。找个地方拍拍照吧，也没多少时间了，让小江早点回家。那就在摩天轮这儿吧，谁先来？我先来，我先来。1张、2张、3张、4张、15张。顾以东不断的在镜头前摆出可爱的动作，我忍无可忍的放下相机。滚！还没完了，老子胶卷都快被你耗光了。我还没拍完呢。苏小雅连忙过来将其拽走。拍照本来就是为疏影拍的，你还在那儿瞎掺和。独自站在一旁的少女回过神来，她以为只在旋转木马那里拍1张照片就结束了。愣着干嘛？不用摆什么姿势，笑笑就行。少女面色拘谨的出现在了镜头里，她将2只小手垂在身前，认真的看向镜头，脸上逐渐露出一抹腼腆的笑容。这时一阵时机恰好的秋风在此刻刮来，少女朝镜头笑着。花瓣飞扬，少女清纯甜美。做完这个就回家了，以后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倒是可以玩的久一点。摩天轮里，我与江疏影同一个座舱，爸妈则带着妹妹一个座舱。好。江疏影回头应了一声，说完便转过身，透过一层玻璃观察着外面的景象。摩天轮缓缓升空，我低头看着刚刚拍的照片，满意的露出笑容。这时江疏影突然开口：顾晨，你想上哪所大学？我啊，那肯定得先看看我能考成什么样了。你呢？你想上哪一所大学？我还没想好。我有些意外。按你的成绩，稳稳的清北啊。我不去清北。说完，他抿着小嘴，继续转过身观察着外面的景象。透过玻璃的倒影，他也发觉身后的我在看他。少女心中复杂，我收回视线，呼出口气，大概清楚江疏影不去清北的原因是什么。太远了，她还有个爸爸。从这个角度看，卢城还挺漂亮的，是吧？看到的是挺漂亮的，看不到的就不一定了。片刻后，江疏影开始在脸上挤出淡淡的笑容，声音轻而拘谨，像是漫不经心的随意开口，又像是吐露深埋心底的陈旧愿望。顾晨，你会一直在吗？他声音细小的差点让我没听清在问什么，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我笑着开口：在哪儿？女孩的睫毛轻颤着，她微微撇过头，忍着泪水会从眼角滑落的冲动开口道：在别人能看到我也能看到的地方。保证随叫随到，在别人能看到的地方，在你也能看到的地方。少女再次露出笑容，微微抬头，仿佛此刻心中的种终于萌发出了新芽。从摩天轮上下来，5人再次汇合。顾浩和苏小雅不约而同地看向了江疏影，江疏影小手搭在身前，察觉到2人的视线后也望了过来，十分自然地朝叔叔阿姨露出温和的笑容。顾浩紧接着和苏小雅默默对视一眼，表情严肃，似乎在用眼神交流着什么信息。他们怎么好像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你个老不死的，他们还是孩子啊，能发生什么？也是哈，那让他们2个坐一个箱子有什么意义？我哪知道。我扯着嘴角摆摆手道：行了，走吧，
江疏影该回家了。7天小长假结束，我早上来到教室后排坐下，眼神迷离地看向同桌的少女，察觉到旁边的视线，江疏影扭头看我，怎么了？没事儿，好困，腿能不能借我躺一下？江疏影放在腿上的嫩白小手不自觉地攥紧了些，她摇头，小声拒绝道：“在这不行。”就在这时，教室门被拍响，学生们抬头，就见班主任刘威出现在了门口。说好了，国庆节后按月考成绩重排座位，都收拾东西出来吧。听到这句话，我微微一愣，江疏影的小脸直接变了。所有人来到了走廊上排好队伍，站在第一排的江疏影默默回头看去，与我对上了视线。女孩神色复杂，像是有些难过，又缓缓转了回去，垂下脑袋。老师，突然后方传来我吊儿郎当的声音：“干嘛？啥事？”我跟江疏影不能分开。一瞬间，空气静谧了几秒钟，随后前面的人皆齐刷刷的回头望了过来，面色吃惊。柳如烟紧紧蹙眉，郑一峰似懂非懂的挑了挑眉。什么叫不能分开？咋了？跟我们疏影做上瘾了？全班哄笑，最前排的江疏影耳垂微红。首先，我的成绩进步是不是给一班的平均分拉上去了很多？刘维刚想质疑，就你那点分数还能上天了不成？但紧接着一愣，好像是啊，顾晨之前太差了，这次就算没那么好，但提升也是巨大的。其次，我的成绩基本都是江疏影同学耐心帮我补习才提升的，所以我和她接着做下去，成绩就还能继续往上提升。下次我让一班的平均分超过2班，让曹燕老师向您低下他高傲的头颅。刘威看着我，突然间沉默了，随后妥协道：“行，但你也先别急着高兴，我也得问问疏影同学的意见，人家愿意，你俩才能继续坐一块。我愿意。”刘威面色一愣，我还没问呢。我想继续帮他补习，让他进步，给班级拉平均分。听到这个解释，刘维瞬间笑得跟菊花似的。好好好，行，还是疏影有心啊。那你俩继续坐在一块儿吧。回到原来的位置，我看到江疏影笑着将粉色书包塞进桌洞里，仿佛心情不错。有时候回想起来，上学时期最值得怀念的某一刻有哪些？排座位后再次遇见老同桌，大概就是其中一个。哥几个以后啥打算啊？我反正要考上重点大学，然后拼命挣钱，住别墅，全世界旅行，看尽世间繁华。大学能考上就上，考不上就回家继承我爸的厂去，躺着赚钱，生活一样美滋滋。我的话，自然要娶世界上最漂亮、最性感的女人。我混吃等死，继续做个垃圾废物。顾晨，你呢？你怎么不说话？当未来不被提前填满，每个当下才真正属于自己。被剧透的故事总让人兴味索然，人生剧本若被提前翻阅，再精彩的篇章也会褪色。所以我这人不谈未来。顾晨，我不想上清北，我只想和你上同一所大学，我不想离开你。说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能不能就这样忍着都累不掉。大课间，我做完操回来，扭头往旁边看去，发现江疏影还在誊抄着之前的笔记。抄完了？嘿嘿，先借我看几天吧，你亲自抄的，自己肯定还有印象。闻言，江疏影扭头怔怔地看向我，小脸上的表情变化了些，眼神反而有些飘忽了起来，随后便抿着小嘴道：“这是我给你的礼物。”我的礼物？我眨着眼睛，人愣着，完全没反应过来。江疏影誊抄这个笔记誊抄了很久很久，我是记得的，而且印象很深。依稀记得最开始是在月考结束后的当天，他在教室里开始抄，当时看到女孩在誊抄笔记，我还凑上前询问了句，结果差点亲上。然后就是家长会，我带着妈妈来到天台，在墙角见到她的时候，当时的她也是坐在地上全神贯注地誊抄着笔记。我怎么也没想到，这居然是女孩为我精心准备了半个月的礼物。我轻笑一声，心情有些复杂地看着笔记本，笔记本很厚，里面的每一页文字精美的就像是一封情书。我拿在手中，此刻只觉得异常沉重。怎么办？感动到了。闻言，江疏影腼腆地笑着，里面是所有科目的笔记，我有在上面标注页码和段落的。我此刻却已经没心思管这笔记上是什么内容了，表情认真地开口：“我不管，反正我感动到了，你让我抱一下。”江疏影笑容顿时一凝，紧接着默默垂下双眸，耳垂泛红，她轻轻摇头拒绝：“不要。”什么？不要？你敢说不要？不行，必须抱一下。耶稣来了也拦不住，我说的。我笑着凑近，女孩身上的清香已扑面而来，此时一只手及时掐住了我的耳朵，将我脑袋提了起来。耶稣拦不住，我这个班主任能拦住吗？好你个顾晨，专挑我不在的时候欺负江疏影是吧？老师，他没欺负我，你别掐他。听到江疏影为这小混蛋说话，刘威这才松开了顾晨的耳朵。顾晨，以后再让我看到你骚扰江疏影，直接请家长，让你爸过来治你。知道了，知道了，下次挑你看不到的时候骚扰。老师，你不是过来说篮球赛的事吗？王浩然在旁边开口。对，王老师让我问你们几个，你们队伍的球衣买了没？王浩然摇头，因为顾晨住院的事，我们都没来得及一起商量过。那定做球衣来不及了，买倒是能现买，但是上面没班级姓名。要不找人在球衣后面绣一个？找谁？
这时旁边传来一道声音，刘伟扭头望去，发现是我在说话。江疏影会刺绣的，手艺特别好。是吗？疏影这么厉害呢？那5件球衣上的班级姓名就都拜托你了，疏影。江疏影拘谨地坐在那，连忙点头。还有第2件事，王老师让我问问咱们班女生有没有学过舞蹈的，挑2、3个人加入啦啦队训练去。全班鸦雀无声。江疏影这时微微抬眸，却保持了沉默。有没有想加入啦啦队的？没学过舞蹈的也行。柳如烟当即把手举得高高的，陈飞见状也不甘示弱，举起了自己的胳膊。那行，就你们2个。下午体育课的时候找王平老师报到去。下午体育课自由活动的时候，江疏影朝着自己的固定位置走去，正准备在台阶上坐下来看书时，突然瞧见下方的我在表情凶凶地瞪着他。坐下面，别坐上面，万一还有人推你呢。江疏影抱着课本听话的点头，朝着最下面的一层台阶走去，然后抬头望向我。对，就这样。等我转身离去，他抬头望向少年的背影，嘴角露出淡淡的笑容。篮球场上，王平面前站着5个少年，除了顾晨，另外4个人真是让他这个体育老师看得愁眉不展。王平咂嘴道：“你们这个队伍感觉问题有点大啊，球衣买了吗？”买了。你们谁是队长？我们还没选队长呢。那我定了，顾晨是队长。你们这个队伍看起来有点废啊。王老师，郑一峰似有所感，他微微睁开眼睛，视野里出现了一个身穿纱裙黑丝的漂亮女人。咦，是你们几个呀？钟景成面色红红开口：“苏老师，你怎么过来了？”啊，我来找王老师吃饭的，晚上到4楼一起去吃小火锅，你们要不要一起？好啊。你掺和个什么劲儿？这时高强八卦的开口，问出了大家一直都疑惑的问题。王老师，苏老师，你们是情侣吗？不是，怎么都传成这样子了？我跟王老师是大学同学，认识很久了，关系不错。大家瞬间明白了过来，苏妙妙这才看向王平。还要多久呀？都有点饿了。再等等，我训这群废物呢，一个二个，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篮球估计打得更菜，这怎么参加比赛？我听说高2的张艺飞都会扣篮呢。郑一峰这时突然抬头：“我们不是废物。”王平闻言，看向眼前似乎彻底清醒了的睡神少年：“不是废物，你打得过我吗？可以试试。”王平笑了，点点头：“来，我俩较量较量。”我撇撇嘴，默不作声。高中时期，我一直觉得郑一峰是个很神秘的人。如果要问队伍里谁最容易带给人反差极大的震惊，在我看来，那个人绝对会是睡神郑一峰。好了，哥友们，都按照我说的站位站好啊。听到这个尖细的声音，坐在台阶上的江疏影将视线从课本上抬了起来，小手撑着脸蛋，默默歪起脑袋朝着那个方向望了过去。一个肢体语言带着几分娇柔妩媚的少年拍了拍手：“有没有之前学过舞蹈的姐妹？”见到没人回应，李特娇哭笑不得的开口：“好吧，看来大部分人都是零基础，还有1周时间，咱们慢慢来。今天我先教会大家一些最简单、最基础的舞蹈动作。”虽然不是很整齐的队伍，可却让坐在台阶上的少女看得渐渐走了神。妈妈，为什么学跳舞之前要先压腿呀？腿好痛痛的。因为先吃了苦，才能尝到甜呀。如果疏影实在疼的话，妈妈有糖。疏影，你知道吗？你刚刚在台上就像一只小天鹅，你以后一定会跟妈妈一样，成为站在舞台上的大天鹅。可是妈妈，我尝了很多苦，却依旧没有变成大天鹅。郑一峰，加油啊！篮球场上的一道声音将女孩的思绪打断。江疏影深吸口气，神情落寞的低头。光是用力的活着就已经很难了，她哪还敢拥有再次成为天鹅的想法？来啊，郑一峰，让我看看你的本事！突然间，眼前的英俊少年迅捷如风，转身便想上篮，球进了。英俊的少年一手将篮球再次拿到手掌，眸光冷峻的瞥了王平一眼。这一幕让苏妙妙不禁双眸一亮，速度挺快，上篮也很熟练啊。他刚刚也确实没怎么认真去防，对方毕竟是个学生，没必要刚开始就这么去打压对方。可随后1个、2个、3个，见此情景，我双手抱胸，忍不住轻轻嗤笑一声。郑一峰这小子果然是深藏不露。被这小子连续进了3个球后，王平有些生气了，他开始认真起来。第4球直接跳起来盖帽成功。郑一峰略显诧异的看着王平，却听体育老师道：“你的控球能力很强，我承认，但你的体力不行，就进攻了3球，你的速度就变慢很多了。”挡了第4球后，王平得意的转身看着后方气喘吁吁的郑一峰，大概是上头了忘了彼此师生的身份，嘲讽的说道：“打不过我吧，小垃圾。”听到垃圾2个字，郑一峰表情一凝，就像是回想起了某个深埋心底的记忆，紧紧皱起了眉头。苏妙妙不满的开口斥责：“王平，你一个体育专业的，欺负人家小孩干嘛？”而听到小孩2个字，郑一峰再次诧异的抬起双眼，半晌，他低头，音色低沉的开口：“王老师。”王平回头看他：“咋了？不服吗？”郑一峰攥紧拳头：“我们几个不是废物，也不是垃圾，至少顾晨不是。”说完，他不着痕迹的瞥了眼苏妙妙，眉头拧得更深了，埋着头离开了篮球场。王平看着郑一峰离去的背影，顿了顿：“那小子是不是生气了啊？”“没事的，老师，他就这性子。”王平这才放心的点头：“记得跟他说一声，老师不是有意的，他其实很厉害。”明白。王平和苏妙妙一起离开后，
钟景成、高强、王浩然都去看啦啦队排练去。我笑着往台阶处走去，突然发现女孩抬起课本挡住了面孔。江疏影，江疏影默默将课本往下移，只露出课本上方一双漂亮的眸子望着我。这时，下课铃声响起，铃声结束，一首歌突然通过学校内的广播里响了起来。熟悉的前奏令操场上的所有人身体一凝。我与江疏影一同转身，听着徘徊在整个校园里的歌声，我忍不住评价：学校今天这是开窍了。放学音乐放了《仙剑3》的歌曲。仙剑3是什么？江疏影好奇地问道。我扭头看向她，微微一愣，这才想起来江疏影家里没电视机。是一个电视剧，挺好看的，双休日到我家看啊。女孩犹豫了片刻，摇摇头，不看。到时候带着叔叔一起过来呗，中午一块吃个饭，无所谓的。算了，我爸爸会把你们家弄乱的。而且我不喜欢看电视剧。晚自习，王浩然从保安室取了包裹后，连忙跑进教室。我将面庞凑近江疏影，咱俩关系这么好，我的球衣总得给我绣的特殊点吧，对不对？女孩耳垂泛红，低下头小声问道：要怎么特殊？你自己发挥呗，反正我要与众不同的。今天你自己先去超市吧，我晚上得留下来体能训练。操场上，月明星稀，相貌英俊的少年气喘吁吁地奔跑在跑道上，他不知道跑了多少圈，此刻已经满头大汗了。这怎么还自己偷偷训练上了呢？我只是心情不太好，不是在训练。今天王老师跟我说，让你不要在意他说的话，说你其实还是很厉害的。我不是因为他才心情不好的。那你是因为什么？我其实一直挺好奇郑一峰的家庭背景，前世高中毕业过后，二人就再没联系过，还是10多年后的一次家族企业酒会上，西装革履的我和同样西装革履的郑一峰碰面了，然后聊了起来。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才得知郑一峰娶了苏妙妙。顾晨，我能感觉到你很不一样，当然跟别人不一样，同样也是跟以前的你不一样。现在的你或许是个值得交心的好朋友，我的一些心里话或许也能跟你说，但那是家里事，与你也无关。行，那我不问了。郑一峰也能猜到，上个假期顾晨身上一定是发生了些什么，所以才让这个少年短短2个月内仿佛换了个人似的。顾晨，这次的篮球赛你想赢吗？不是想，是一定要赢，但是就靠我们2个，感觉还是有点难啊。那3个狗东西晚上的时间也不出来进行体能训练。顾晨，你瞧不起谁呢？狗东西骂谁呢？是啊，以为就你们2个重视这次的篮球赛是吧？我与郑一峰诧异回头，发觉这3个家伙已经来到跑道上。我擦，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刚刚。兄弟们，为了胜利，冲啊！我假装过去不重要，却发现自己办不到，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我不能就这样失去你的微笑。半小时后，5个少年气喘吁吁地并排在草坪上，他们一齐静静地望着漆黑的夜空，天上明明没东西，他们却望了很久，安静了好一会儿。高强突然开口：突然间就高3了，感觉好快啊，马上就要毕业了，竟然还有点舍不得。最起码你现在还是在高中校园的操场上，说出舍不得毕业的这句话，等你真的步入社会以后，再说舍不得也无力回天了。狗逼顾晨又装深沉，他明明说得很对。哥几个以后啥打算啊？我反正要考上重点大学，然后拼命挣钱，住别墅，全世界旅行，看尽世间繁华。大学能考上就上，考不上就回家继承我爸的厂去，躺着赚钱，生活一样美滋滋。我的话自然要娶世界上最漂亮最性感的女人，我混吃等死，继续做个垃圾废物。顾晨你呢？你怎么不说话？当未来不被提前填满，每个当下才真正属于自己。被剧透的故事总让人兴味索然，人生剧本若被提前翻阅，再精彩的篇章也会褪色。所以我这人不谈未来。3天后的晚自习，我扭头看向江疏影。明天周6下午到我家，不见不散哈。女孩犹豫了下，她就去过顾晨家一次，因为那次临走时顾晨要给她送东西，她后面就没敢再去了。补习啊，正经的补习，我还得接着进步呢。好吧。这时讲台上正在看晚自习的刘威像是想起来了什么，说道：有件事哈，我看高3了，别的班都开始组建班级 QQ 群，还有家长 QQ 群了，我们一班也搞一下吧。大家应该都有 QQ 吧？没 QQ 的就创建一个，家长没有的最好也创一个，搞2个群。平时说事情会方便很多，这件事情王浩然负责一下，你当学生群的群主，星期1的时候来学校，把群号告诉大家。我现在把家长群的 QQ 号写黑板上。夜晚回家，我将写有家长群群号的本子放在了客厅的桌子上。家长群，你们2个谁想进？这种抛头露面的事情还是交给男人吧。顾浩嘿嘿一笑，他看着家长群的群号，突然间想到了江颂哲。那啥儿子啊，
我跟你妈商量着，看看有没有可能给你江叔叔联系一个医生，看看他神志不清的这个问题。好事啊，联系呗。苏小雅叹了口气，好事是好事，就是怕小江那孩子心里有负担，觉得心里亏欠咱们太多。他肯定希望自己爸爸恢复正常的，所以或许不会拒绝我们的好意，但心里也绝对会有负担，以后再跟我们一家相处会更不自在。偷偷帮不就行了？江疏影也不是一直都在他爸爸身边的。爸妈，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能不能让江叔叔尝试着在超市里工作，让他做最简单的工作就行。你的意思是？顾晨没急着说话，只是静静地望着桌子上的水杯。他看着杯中的水，那平静的水面似乎逐渐变成了摩天轮座舱里的玻璃，玻璃上映着女孩那天伤心的面庞。我缓缓开口，江疏影的未来不应该被他爸爸困在卢城，他需要一个机会去见见更广阔的天地，看看世间的繁华。我前几天听他问我《仙剑3》是什么的时候，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快成年了还没有看过电视剧，他是不喜欢看吗？对江疏影来说，他唯一的路就是靠着高考来改变自己的人生，但他也爱着自己的爸爸，爸爸不能没人照顾，这两点又很矛盾。听着顾晨的喃喃自语，苏小雅有些诧异地走向老公，和老公对视了一眼。一向神经大条的儿子，什么时候心思这么细腻了？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帮个忙，教会江叔叔拥有自己生活的能力，让江叔叔把你们当成新的家人，而不是让他觉得自己唯一的家人只有女儿，不在校门口等女儿放学，就一整天不能放心的离去。好样的臭小子，是个爷们。行了行了，这几天晚上训练太累了，我回房间休息去了。第二天周六，我迷迷糊糊地走进客厅，抬头看了眼时钟，这才发觉自己已经睡到了下午1点。屋子里安安静静，显然一个人都不在。就在这时，门铃响了起来，我走过去开门，门外背着粉色书包，女孩面带微笑地站在那，我也呲着个大牙笑着回应：进来吧。江疏影抱着课本走进房间，却坐在了电脑边上，她疑惑地看着这一幕。你在干什么？不补习吗？我笑着转身，熟悉的片头音乐响起，电脑屏幕上有着《仙剑奇侠传3》几个字的黄绿色幕布上。先看会儿这个。江疏影蹙眉，准备起身。我不看电视剧，补习吧。你不认真学习，我下次就不来了。我连忙按住她的肩膀，就看1集。说完，我听着熟悉的音乐，露出开心的笑容。江疏影看她开心唱歌的模样，有些无奈，视线也跟着落在了电脑屏幕上。40几分钟后，女孩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终于，片尾曲出现，我扭头看她，我们补习吧。江疏影这才将视线从电脑屏幕上移开，愣愣地看了眼顾晨，不舍得点了点头，拿着书本准备起身朝着旁边的书桌走去。见她这模样，我笑着开口：要不再看1集？女孩闻言，转身开心地点点头。她再次跑回来和顾晨一起再坐下。要不再看2集？时间会不会……没事。顾晨没想到，他和江疏影看了一整个下午的电视剧。江疏影沮丧地站在卧室门口，朝顾晨说道：对不起，下次我不看了，今天都没有帮你补习。没事了，开心就好。江疏影小脸还是沮丧，她明明是来给顾晨补习的，结果自己反倒看了一下午的电视剧，这跟她预想的一点都不一样。我说真的，下次真的不看了。她认真地说着，随后准备背起书包，这时突然注意到了书包里还有一件球衣，差点忘了，我花了昨天一晚和今天上午的时间把你的球衣绣好了。我有些意外地接在手中，这时江疏影不好意思地开口：你说你想要自己的球衣，跟其他人与众不同，我不太清楚你想要什么样的与众不同，就在你的名字下面多绣了一行字：顾晨，祝你夺冠。听到他这么说，顾晨朝球衣看去，果然在班级和名字下方还有一行十分醒目的字体：曾许人间第一流。须知少时凌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10月14日，周一，今天是很重要的一天。高3年级主任葛日天拿着话筒在主席台开口道：咱们七中向来注重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最近跟附近的新美影城合作举办了一场校内篮球赛，冠军队伍奖品很丰厚啊。队伍得分王，也就是你们说的 MVP， 也有额外的奖励。今天下午放学就是第一场比赛。我朝着高2的方向望去，学生密密麻麻的一片，没有看到我想看到的人。这一天我可是期盼已久了。下午第4节课后，我换好球衣后，看向自己的4个队友。哥几个紧张不？这有啥好紧张的？等的就是这一天。办公室，刘威收拾好东西，朝苏妙妙道：妙妙，你好了没？好啦好啦。苏妙妙甜甜的笑着：咱们也给那5个臭小子加油打气去。我看曾燕早就跟着自己搬下去了。听到刘威还在念叨着自己的死对头，苏妙妙捂着嘴巴笑了笑。5人走出教学楼，篮球场上已经围了密密麻麻的一群人。见到顾晨5人出来，路上的女生们急匆匆打量了一眼。他就是郑一峰吗？真的好帅啊！有女生回头悄悄瞥了顾晨一眼，立马转身讨论起来。可是我觉得顾晨也很帅呀，很有男人味。哇，姐妹，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觉得。上次运动会我真的被他圈粉了，
第2场篮球赛很快就要开始，5人在篮球场上对应的位置候场等待。没一会，一个清纯女孩便抱着几瓶矿泉水，急色匆匆地跑到了顾晨的面前。钟景成见她怀里抱着的矿泉水，露出笑容，伸手要拿。谢谢啊，江同学。江疏影蹙眉，警惕地往后退了一步，随后便见江疏影迅速走上前，将怀里的矿泉水全都塞到了顾晨一个人的手上。你一个人喝？钟景成、高强、王浩然3人看傻了。我擦，这怎么还区别对待呢？郑一峰悠悠开口，你们也不看看顾晨的球衣，跟你们有什么不一样？话音刚落，钟景成3人立即看去，曾许人间第一流。卧槽，凭什么你球衣这么帅啊？10几米外的江疏影远远地望着这一幕，清纯的脸蛋上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身为裁判的王平吹了吹哨子，高3一班、高3二班准备比赛。第一篮球场外，2班班主任曾燕神情严肃地开口：“毛胜，赢下他们班。”听到这句话，刘威恶狠狠地往旁边看了眼，莽足了劲朝场上喊道：“顾晨，给我拿下这场比赛，听到没？1班的，你们几个加油呀！顾晨加油，郑一峰加油！”听到这个声音，郑一峰用余光瞥了眼篮球场外的女人，那双总是眯着的丹凤眼再次睁开了。好了好了，各就各位。球场气氛剑拔弩张。与此同时，篮球场边音箱切了歌，换成了杰伦的霍元甲。随着王平的一声哨响，篮球被高高抛出，毛胜猛地跳起，准备抢下篮球。可下一秒，一名少年速度极快，非一般的高高跃起，粗壮有力的手臂直接将篮球拦了下来，随后朝着后方丢了出去。大家看呆了，上一秒还在捧腹大笑的顾晨，竟然一瞬间反应这么快的跳了起来去抢球，还跳这么高，这跳跃能力不愧是他。王平仰头后退，嘴角带着赞赏的笑容。高强发现了顾晨有上篮意图后，高强再次将球传给了他。我接过篮球，暴力一跃，在半空中将篮球抱扣进了篮筐里。王平的双眼快要瞪出眼眶，毛胜这边的队伍5人甚至都惊得停下了脚步。少年落地，众人望着他宽阔的脊背，鸦雀无声。铁网后的江疏影看着这一幕，面色微红，撑起下巴，一双美眸中满满充斥着少年的身影。班主任刘威、英语老师苏妙娜，包括裁判王平与2班的曾燕都一瞬间说不出话来，他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震惊。郑一峰看着这一幕，少有的笑了出来。好你个顾晨，既然一开始就不打算藏着掖着，那就跟他们所有人都热热烈烈的打一场吧。球场上的音乐很燃，场上的气氛伴随着顾晨的一个开局扣篮也燃了起来。看着毛胜盯着篮球眼花缭乱的目光，郑一峰英俊的面庞上嘴角翘起，他一个假动作往右边突进，见毛胜上当，迅速转身往左突围，3步上篮，篮球却没有丢进篮筐，而是故意撞在了篮板上，篮球向后飞出，一个速度极快的黑影衔接在他背后。顾晨高高跃起，左手接过弹飞的篮球，再次一个暴扣进了篮筐里，全场响起一阵尖叫，女生们的尖叫尤其尖锐刺耳。半场下来，1班的比分与2班的比分变成了39-7。下半场，1班再次以碾压的气势将2班全体打成了哑巴，最终比分70-15。顾晨这次是当之无愧的 MVP。江疏影一脸幸福地看着球场上的顾晨，此刻女孩的眼里早已被少年身影占据。时间来到了晚自习上，刘威走进教室，我先说个事，就1分钟。首先是恭喜你们5位为班级赢下了第1场球赛的荣誉，还有就是王浩然，你把创好的班群号写在黑板上，你们都记一下，进群之后都记得备注好自己的名字。说完，刘威便走出了教室。晚自习中途，顾晨与江疏影一起离开学校，他现在也懒得在班级里待上一整个晚自习。我今天可以早点回家吗？女孩低着头，小声问道。咋了？我晚上没见到我爸爸，他到现在还没吃饭呢。我心里突然有了点猜测，自从上次跟爸妈提出那个建议后，爸爸应该已经在尝试着去65中门口接触江叔叔了。见顾晨没说话，江疏影以为他不同意，便微微低下头，没再问了。2人来到超市门口，我和江疏影一同走了进去。江疏影换上超市的红色小马甲后，便准备朝着库房走去。突然间，她神情错愕地停下了脚步。库房门口，顾浩像哄着孩子似的朝面前的人说道：“哎，对，就是这样，把这些都搬出来，一个一个搬。对对对，就是这样。”而在他面前，是穿着蓝色背带裤的江颂哲。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不敢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眼。